少年将狗养了10年，却不知此狗乃是一方妖尊，就连院子里养的鲤鱼也都全部蜕变为9天苍龙。10年前，他本以为穿越到一个能够修炼的世界，却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竟然只有一座山头那么大，四周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，与外界的世界阻隔开。屏障消失了。鉴于宿主随地大小便的恶劣行为，系统深感愤怒，因此解除与宿主的绑定。我操！现在我终于可以出去了，你就给我来这一手。大毛，你留下来看家，我下山看看就回。没想到宋家的人如此猖狂，竟然敢派人来暗杀我。杀了天瑶郡主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。哎，这浮云山上不是常年笼罩黑雾，让人无法靠近的吗？为何今日黑雾尽散，还浮现出一抹玄光？天瑶郡主心中疑惑，但此刻也不容多想，她拉着丫鬟径直往山上逃去。此地居然有人居住，莫非这里居住了什么世外高人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请问有人在吗？郡主，有狗。天瑶郡主，你们别跑了，这里已经没路了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你死了，我们兄弟几个才能得到赏赐，到时候快活逍遥，你父亲又能如何？怎么回事？何方高人在此？我家主人出去了，你们别在这里打架，弄坏了这里的花花草草，主人会不高兴的。哼，区一只狗妖也敢在这里放肆！小姐，刚才好大一只狗爪，他们都被拍死了。这位狗前辈，我家主人一向游戏红尘，不喜欢别人将他当作世外高人。若我主人回来，你们必须要以寻常人来对待，知道吗？当真是世外高人，性情就是这般古怪。这破系统根本就没教自己修炼，算了，还是待在山上安全点。不会吧，运气这么差，被人找到自己的老窝了？公子留步，不知两位可有什么事？公子，我们主仆2人遭到追杀，无意间逃到此地，还望公子见谅。遭到追杀？不会追到我这里来吧？我可不想死。公子放心，追兵已经被解决了。那就好。公子一直住在此地吗？我在这里住了10年，进来坐坐吧。这10年来，在系统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制作了不少的玩意，其中最引以为傲的便是全屋智能系统。屋内所有的家具以及各种摆设都已经被这个全屋智能系统连接起来。小二同学，把新风系统打开。好的，主人，新风系统已经打开。竟然有如此浓郁惊人的灵气，若是能请这位高人帮我，区宋家弹指可灭。我给你们沏茶。哎，这茶水根本就是纯粹的灵液呀！怎么了？这茶不好吗？这茶水喝下去，怕是身体会承受不住如此庞大的灵气。公子，我们不太习惯喝茶。这样啊，那就吃点水果吧。多谢公子。小姐，我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热气在窜来窜去，好像有很多力量涌出来。小青，你这是踏入开灵境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难道说是因为葡萄的缘故？多谢高人馈赠。高人在哪？难道说的是我？可我长得也不算高啊。今日叨扰公子了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便将此物送给公子吧。这女人脑子有问题吧？拿这么大一块金牌换葡萄。郡主，你为何对那个家伙这么客气，还把王府金牌送给他了？此人绝对是世外高人，你没看到那只狗吗？实力恐怖，还有他屋内的种种神奇之处，简直闻所未闻。那郡主何不请他帮咱们对付宋家呀？如此高人，要是我强行请他相助，只会惹得他不快。走吧，回去将此事告诉父王。那妖兽逃入了此山之中，不见踪影了，一定就躲在山上。3位有何贵干？阁下可曾看见过一只兔妖？兔妖？你们说他呀？他是我的狗叼回来的，当时还受了伤，这不就是一只普通的兔子吗？师兄，我们可能遇到不得了的大人物了。此人身上毫无气息，看起来像是个凡人了。你看那兔妖，我们废掉了一件宗门宝物，才勉强将其击伤，可在此人手里动却如此的温顺，显然是畏惧此人。我等乃是玄剑宗的弟子，奉师门之命前来捉拿兔妖，不想叨扰了贵地，还请阁下见谅。
玄剑宗，看来这个世界的修炼之人都很和善，只要自己态度好点，就不会惹什么麻烦。虾仁得知他们是宗门人士，自然是想要巴结一番，随后便将3人迎入了院内。那你们可以随意参观，我先吃着。师兄，你看那是不是青源草？的确是青源草，这可是十分罕见的炼丹之物，唯有在古老山川之中才能够寻找到一些。可在这里，居然有这么一大片。师兄，这个是不是传说的七叶珠果？七叶珠果，真是七叶珠果。这不就是西红柿吗？怎么整得跟没见过世面一样？师兄师妹，快看那棵树，这莫非是古籍上记载过的先天玄果？连梨子都没见过，真是可怜。虾兄，院内这些都是你栽种的吗？是啊，我闲着无聊就自己种着玩，没想到长得还不错。种着玩就能种出这么多天才地宝？你们要是喜欢，随便摘点带回去吧。虾兄，当真能让我们带一些回去吗？随便摘吧。多谢虾兄。这3个家伙不会真的脑子有问题吧？你们3个去追杀那兔妖，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师尊，我们没有追到兔妖。那兔妖杀害了本宗弟子，你们3个居然让他逃走了。师尊，那兔妖的事情先放在一边，您看这些东西。这些你们是从何而来的？当下，李纯元便将他们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徐长风夫妇。2人听了，都是大为震惊。浮云山上隐居着一位世外高人。爹娘，大师兄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也亲眼所见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此人必然是一位深不可测的神秘高人。夫君，有了这些天才地宝，别说3宗会武了，以后我玄剑门成为天武王朝第1宗门，都很有希望。多错，尤其是这青源草，正好可以解我的燃眉之急。等待3宗会武结束之后，一定要亲自去浮云山拜见那位隐士高人。男子只是刚把鱼苗撒进池塘，仅不到1刻，一条条饱满修长的鲤鱼便化为龙。我操！这什么鬼？怎么长得这么快？西南之地竟有龙气冲霄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西南方向距此千里之外，似有一道龙气冲霄。龙气？孤月，你带朕去西南一趟，查看一番这龙气到底因何而起。遵命。我天武王朝平静多年，近来多有异象出现，莫非当真是到了大乱之时？我记得这浮云山上存在上古禁制，眼下却消失了。难道那龙气是出自这浮云山？又有人上山了。这里不是你这种凡人该来的地方，立刻下山吧。这人不会是上去偷我的菜吧？不行，我要上去看看。此地居然住着人，这些竟然都是天才地宝，好强的妖气！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武皇陛下亲卫，你这小小妖兽莫要放肆。这里是我家主人的地盘，你速速离开吧。这里的主人究竟是谁？莫非与皇帝陛下感受到的龙气有关？龙气竟是从此地传出的，这么小一座池子，里面为何会有龙气？难道说有死去的真龙残骸遗落在了这里面？龙，这水流之中的存在绝对是龙，而且远非蛟龙可比，这是一条真龙。喂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声不吭跑别人家里来了？你是此地的主人？不然啊，你是不是想下去偷我的鱼？偷鱼？此人毫无修为，不可能是此地主人。蝼蚁一样的东西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你身后有条龙。我身后有条龙？这家伙不会是个神经病吧？这池塘这么小，别说龙了，养点鱼都费劲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前辈，还望前辈恕罪。哎，你这个人咋回事？我不是什么前辈，你先起来。前辈恕罪，晚辈刚才太过失礼了。你到底是来干啥的？在下乃是武皇东风宿的亲卫孤月，因武皇陛下感受到此地有龙气冲霄，特派在下前来查看。眼前之人居然是皇帝派来的，原来是皇宫来的大人，我太失礼了。
这位世外高人应当是隐居此地，体验凡尘俗世的生活。如何？陛下，西南浮云山上当真出现了一条龙。什么？那是什么龙？蛟龙吗？并非蛟龙，属下看得真真切切，那是一头真龙。我天武王朝竟然有真龙诞生，这莫非是祖先庇佑？不行，我要亲自前往。陛下，那浮云山上还隐居着一位高人，那真龙似乎就是这位高人饲养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何人能够饲养真龙？这是属下亲眼所见，那高人深不可测，每条真龙都对其无比敬畏。属下若非是机灵，只怕都没命回来见陛下。孤月，你不会是中了幻术吧？我的陛下，人就在浮云山呢。要是陛下不信，过几日可亲自前往一看。素素，我跟你说，那位高人的性情古怪，你到时候可不要乱说话，不然我可救不了你。若真是一位高人，我自当对其敬重；但若名不副实，那我可不会对他客气。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晚辈白素衣见过徐宗主，我跟着天瑶郡主来这里拜见一位世外高人。你们也是来拜见那位高人的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连武皇陛下都来了？见过陛下。徐宗主来这里，所为何事？我是来拜见山中的一位高人。你也是来拜见高人的？陛下也是。走吧，既然遇见了，那咱们就一起去拜会那位高人吧。好香啊！这香气之中隐含辛辣，倒也奇怪，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妈耶，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？公子，这位是我的好友白素衣，她是九灵宗弟子。不错，又是一个小美人。夏兄，这位是我们的师尊，权剑宗主徐长风。这可要好好巴结一下，以后在天武王朝把这位玄剑宗主名头亮出来，估计能很有作用。原来是徐宗主，失敬失敬。阁下太客气了。夏兄，这位是武皇陛下。怎么连皇帝都来自己这里了？原来是武皇陛下，在下实在是失礼了。无妨，朕来到此地就是为了拜会阁下的。诸位都是客人，正好我在这里煮火锅，也到饭点了，一起吃点吧。何为火锅？原来这个世界的皇帝也混得一般嘛，连火锅都没得吃，太惨了。这东西看着好生奇怪，这都煮的什么玩意，乱七八糟的。就在这时，白素衣却是露出惊容，她闻了闻这锅内的香气，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，更有一股热流在她的体内涌动。这所谓的火锅，莫非能让我爱上彻底痊愈？为何我闻了一下这火锅的味道，体内气血如此舒畅？朕多年停滞的修为似乎也有了起色。眼前几人仅仅只是吃了一顿火锅，便莫名其妙的突破境界。诸位吃的可还满意？满意，真是朕吃的最开心的一次。莫非是刚才吃的火锅导致我等突破？没想到朕到了如今修为，居然还能顿悟，这一顿火锅吃得当，真是太值得了。我也顿悟了，以往诸多修炼上的迷惑，此刻骤然通达，当真是令人心神舒畅啊！不就是吃了一顿火锅，有这么夸张吗？难不成就因为我没有修为，所以吃了火锅没有反应？多谢前辈的馈赠。你们别这样，我真的没做什么。高人，不知刚才那火锅之中所煮的是不是各种天材地宝？哪有什么天材地宝，都是我院子里很常见的东西，根本不算什么。高人，我也想吃。刚才高人让我们所有人都吃，偏偏你不领情，现在还想劳烦高人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吗？虾公子，素素她其实是有事相求。有什么事情就说呗，我能帮就帮。素素她小时候受过伤，一直都未曾痊愈，每年都会发作，令她痛苦难当。还请虾公子出手帮一帮素素治病。那狗系统倒是教过自己，不过没有试过，也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好吧，我可以试试，但可不保证能治好。多谢夏公子。你仔细说说，到底是什么暗伤？我在6岁之时误入深山，不知被山中何物咬伤，寒气入骨，伤及了脏腑。每一年在秋冬交替之际，寒气便会自体内发作。体内有寒气，那把火罐不就行了？在这里不太方便，要不你跟我进屋。不能在外面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只不过我治病的方法需要你露出后背。这治病方法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是正经方法吗？此法名为拔罐，估计尔等都不曾见过，必须将后背尽数露出，以火罐覆盖后背。若是不褪去上衣，便无法进行。试试吧，或许这位高人当真可以治好你呢。夏公子，我们进屋吧。
夏公子，我好了。好了，等半个时辰之后就可以把竹筒拿下来了。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么简单。还真有毒虫，这应该是从你身体里出来的。那这样一来，伤算是好了吗？估计还没好彻底，等半个月后再来做一次拔罐，估计就差不多了。多谢公子，我觉得自己浑身舒畅，从未有过的舒畅。不用道谢，助人为乐乃是我等的荣幸。夏公子，我也有一事想向您请教。你说吧，是不是也想拔火罐？是我平西王府遇到了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是灵山宋家，他们想要霸占我父亲的封地，还想夺走我楚家的传家之宝。宋家狼子野心，依仗着与当朝宰相曹元化关系密切，并且还和太昊门的大长老有所勾结，平西王府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我和父亲实在是没办法，还望高人指点，救我王府。好歹也是个王爷，怎么你们一家被欺负得这么惨？夏公子，请你救一救燕玉吧。其实这件事情解决起来并不难，求夏公子指点迷津。你们不也看到了，能帮你们的大人物可都在外面站着呢。我怎么之前没想到呢？徐宗主，武皇陛下有件事情想和你们说一说。高人有何吩咐？当下，虾人把楚嫣玉的事情告诉了两人。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我只是一个闲云野鹤，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帮他。高人放心，那宋家既然与太昊门交好，那我便亲自去一趟太昊门，找陈公望好好说道说道。多谢徐宗主。没想到在我的眼皮底下还有如此猖狂的事情，此事朕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多谢陛下。众人吃了火锅，各有收获，当下也是心满意足，向虾人告辞离去。又冷静下来了，山上太闷了，明天我还是去山下转转吧。第二天，虾人带着大毛和兔子一起来到了山下的一处集市。此时，茶楼中正有个说书人在唾沫横飞地说着一个故事。什么老掉牙的故事啊？这位公子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您老继续说。小子，我们正听得入迷呢，你在这里捣什么乱？老先生，您这一段书说了有很多年头了吧？公子何意？这段书老汉我说了有数十年，每一次说起都能让满堂宾客听得津津有味，却不知为何公子连连发笑。并非老先生您说的可笑，而是这段书实在是太老掉牙了。老汉我说书30年了，青剑侠客这段书自从问世以来，一直都受人喜爱，这么多年经久不衰，为何公子却说他老掉牙？这年轻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居然敢说青剑侠客的故事老掉牙。年轻人在这里向老汉我赔个不是，今日之事就全当过去了。我为何要赔罪？你这故事的确又老又俗套，太没意思了，还不如我上去说呢。老夫说书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你这等狂妄的年轻人，让老汉我来听听，你这猖狂的年轻人能说出什么东西来？我说就我说，你这饭碗要是被我抢走了，可别怪我。咱们也看看这小子能说出什么来。现在的后生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今日我虾人便在诸位面前说上一段，这段书名为《射雕英雄传》。站住！有事吗？我很喜欢你的故事，跟我回去，我要你立刻把所有的故事都讲完。这位姑娘，我好像不认识你，恕不奉陪。你居然能看出我是女扮男装？姑娘，若想旁人看不出，起码也要把胸口那块紧一紧。我是男是女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继续听你说的故事。大姐，我不是说书的，你要听故事，去茶楼里面听便是了。站住！要动手不？看看情况吧。你们不要乱来，我可是有背景的。带走吧。公子，你回来了。带回来一个说书先生，正好可以让他在路上给我解解闷。上去吧。我的狗，这狗你就别要了。不行，要我跟着去可以，必须带上我的狗。让狗也上车吧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抱着一只兔子？要不是兔爷我喜欢低调，就你们这些人，我一巴掌全部摁死了。大小姐，我们似乎遇到了妖兽。早知道我就不下山晃悠了，这可咋整？我等乃是北川萧家之人，还请行个方便。
北川萧家的人怎么跑到天武王朝境内来了？管他呢，反正到了咱们兄弟俩的地盘，就该留下命来。说的没错，北川萧家再厉害，也不敢跑到这里来放肆。狗哥，好像有2只不开眼的妖兽在附近，我知道。要不要出手？不用，我嫌麻烦。那万一那2个家伙过来了咋办？他们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活命。我怎么好像闻到了其他妖兽的妖气？哪有？是不是你弄错了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。2只妖兽不再犹豫，直接冲到了马车的前方，保护大小姐。完了，这次真的是要死在这里了。你快走吧。你这是想让我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吗？我明明是好心让你逃走，怎么就成了让你吸引注意力了？大小姐，我先走一步了。他不顾一切，就朝着狼妖和熊妖冲了过去，打算用性命拖住这2只妖兽，为自家小姐争取逃命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马车上的大毛已经是直起了身子，朝着那2只妖兽看了过去。有妖王，有妖王！没想到这些人居然有妖王庇护，差点就玩完了。估计是那位妖王手下留情，否则我们2个根本就跑不掉。大小姐，那2只妖兽已经被我打退了。他们不会再来吧？应该是不会了。大小姐，我感觉是有高人在暗中相助咱们。为何这么说？那2只妖兽的修为其实都比我要高，照理来说我对付一个都吃力，根本不可能击败他们2个。莫非是他？他只是一个凡人，连半点修为也没有，不可能是什么高人。要不然你还是把我放了吧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呀。怎么没用？你可以给我讲故事呀。要不我把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写下来，你慢慢看，然后把我放了怎么样？也行，那你写吧。对了，我再给你配一幅图吧。我他娘的这是在哪？幸好还有大毛在身边。大毛，你认识回家的路吗？这家伙真的认识路吗？我走不动了，要不然大毛你驮着我吧。你还是人吗？居然想让我一只狗来驮着你！大毛快跑！什么鬼？你让我爬上去，让这只熊背着我走？我养的这只狗居然还有这个能耐！大毛，他是你的朋友吗？虽然我听不懂，但应该没错。大毛，你真棒！回去我奖励你根大骨头。这黑熊的毛有点扎裤裆，不太舒服。老子好歹是个熊妖，你居然说我的毛扎裤裆！要不是看在这位狗妖大王的份上，我直接一熊掌把你这弱小的人族拍成肉酱。大小姐，到玉天谷了。终于是到了。萧氏望着眼前的伤口，心中有着十足的期待。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找到隐居此地的一位高人，拜其为师。九叔，带上拜师礼，随我入谷。你是萧家的丫头。晚辈萧师拜见前辈。不错不错，你的资质很好，甚得我心。师尊，这是我萧家给您的拜师礼。师尊，这个不是拜师礼，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拿来给我看看。这位老者当即便是把画摊开，这一看之下，老者顿时面色大变。师尊，这画莫非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画非比寻常，蕴含了一种无上大道啊！师尊，这应该只是一幅普通的画吧？这绝对不是一幅普通的画，这幅画就足以抵得上老夫数百年的苦修。啥？一幅画抵得上数百年苦修？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？师尊，这幅画是一个叫虾仁的年轻男子画的。年轻男子，这应该不是高人的真实面目。师尊，那个虾仁其实是个凡人，一点修为也没有的。凡人？不可能，或许是你们眼力低微，根本就看不透高人的真面目。难道那小子真是一个世外高人？大小姐，我们途中遇到了2只妖兽，本来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但他们好像被某种力量压制了。你是说
那时候就是虾人在暗中出手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当下，萧氏便将他们如何遇到了虾人，以及一路过来所发生的事情，都告诉了白发老者。你们啊，幸好那位高人大人有大量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焉有命在啊！快些带我去找这位高人，我要亲自向其请求指点。师尊，那这些拜师礼？什么拜师礼？这幅画就是你最好的拜师礼，其他东西你都拿回去吧。虾人随手画了一幅画，却是震惊了一位修炼数百年的强者。此时师徒两人便要上山一探究竟，不料刚到山下就遇见有真龙飞天。真龙，徒儿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师尊，我好像也眼花了。这条龙难道也与那位高人有关？这是跟着那虾人的狗。怎么了，师尊？这是一尊妖王。啥玩意儿？妖王？老夫莫天书，拜见妖王尊驾。此时大毛没有任何回应，沈天华却是越发的紧张。你刚才说这位妖王是和那位高人在一起的。我家主人不喜欢高调，若是想要拜访，便不得道破他的身份，更不能坏了他游历凡尘的心境。这是自然，高人既然隐居在此，必然是为了体验红尘，老朽必然会配合。那你们过去吧。多谢。干什么的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偷我的梨！我没偷。人赃俱获，你还说你没偷？哼，那我偷了又怎么样吗？你要不然打死我！好家伙，小小年纪还是一个滚刀肉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，那别人都怎么叫你呀？他们都叫我小混蛋。那你姓什么？我爹姓郭。那你爹娘呢？都死了。虾人心中涌现出几分同情，他走到梨树下，摘了10几个梨子，又从屋内拿了一袋米，拿去吃吧。要是吃完了，可以再到我这里来，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。这院内所有的一切，竟都是天材地宝。这兔子也是那位高人当时抱在手里的。我家主人正在午睡，休得打扰。我等不敢打扰，便在此处等候高人醒来。师徒两人这一等，足足等了2个时辰。徒儿，等会在高人面前千万不能无礼。弟子明白。你们是谁？老朽沈天华，得闻高人隐居此地，特来拜会。这是老朽的徒儿萧师。萧师拜见前辈。萧师，不就是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吗？你们找错了人吧，我不是什么高人。差点忘了，高人想要以凡人的姿态体验凡尘俗世，是老朽唐突了，公子勿怪。夏公子，我师尊看了你的画，对你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带师尊前来拜会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们进来吧。两人走进屋内，沈天华又一次惊住了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屋内的每一件物品都隐隐散发着宝光。这一屋子竟也都是宝物。请坐。夏公子的那幅画，老朽看了，当真是画工精湛，令人称道啊！我就是随手画的，没有老先生说的那么好。老朽一向喜爱字画，不知公子可有其他的字画，能让老朽欣赏一番？好啊，我昨天晚上刚好画了一幅，就让老先生看看。仅只是看了几眼，沈天华沉寂多年都没有丝毫紧张的修为，竟然有了几分要突破的意思。难道说我沈天华大半辈子过去了，寿元所剩无几的时候，还能再有突破的机缘吗？下一刻，沈天华眉心之中忽然间涌现出一抹金光，紧接着他的周身更有一股充沛生机弥漫开来。生机焕发，再得漫长寿元，我突破了，我突破了！沈天华当即起身，朝着虾人深深一拜，态度极为郑重，更是带着深深的尊敬。老先生这是做什么？夏公子，老朽是因为能看见如此绝世画作，心中难掩激动。那没事，老先生若是真的喜欢这幅画，那就送给老先生了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啊！想不到啊，这山中高人如此不凡，今日令老朽我大开眼界啊！师尊，这位高人隐居在此，我们不如时常前来拜见，或许能再得高人指点。
绝不可如此。若是我们时常前来打扰，只怕会坏了高人的心境。是弟子愚蠢了。师徒两人正要离开，忽然看见一个女子由远及近而来。两位是从浮云山下来的吗？不错，你这是要上山？我是上山去拜见夏公子。沈天华看了一眼白素衣，一眼就看出此女修为不高，不过资质倒是非常好，不禁升起了收徒的念头。丫头，你是哪家的弟子？不瞒前辈，晚辈是九灵宗弟子。公孙越的徒弟，可惜你这么好的资质，拜在他的门下，有些暴殄天物了。前辈，师门虽小，但还请前辈慎言。你知道我师尊是谁吗？区区九灵宗而已，就算是你的师尊公孙越站在这里，在我师尊面前，也要自称一声晚辈。两位羞辱我师门，即便我修为低微，也要捍卫师门尊严。呵呵，就你这点修为，也敢在我面前闲扮？巨元镜，没想到他与我年纪相当，修为却这么高。如何？你还敢和我动手吗？就在两个女子要动手的时候，天空之中忽然间响起了一道惊雷，雷声惊天动地，在场三人皆是惊了一下，随即齐齐朝着天空看去。只见原本还晴朗的天空，此刻忽然间乌云密布。这天气变化为何如此诡异？闷雷滚滚，乌云越发浓重。沈天华似乎意识到什么，他看见一条真龙在那乌云之中时隐时现，搅弄风云。我们赶紧离开，切莫生事。夏公子，上次经过你那个什么拔火罐的医治，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。有效果就行，咱们今天继续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虾人将竹筒摘下，和上次一样，从竹筒内刮出了许多细小的白色虫子。看来白姑娘体内的毒虫已经没多少了。夏公子，我该回去了。现在天都黑了，你等明天再下山吧。我不能在此过夜，宗门有事情交代给我，若是耽搁一晚上，只怕来不及向宗门复命了。什么事情这么紧急？近来天武王朝境内出现了一些邪修，这些人专门掳劫孩童，已经害了不少孩童的性命。那你小心点。就在当夜，浮云山下的集市之中，一道诡异黑影在夜色之中浮现。此地居然还有如此一个集市，正好方便我来下手。数日之后，虾人下山遛狗，一路遛到了山下的集市，却发现集市之中隐隐传来了哭喊声和喧闹声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三家的小孩都不见了，找了好几天都没有下落，怕是已经遭到毒手了。莫非是那些邪修所为？看见这些事情，虾人也没心思继续遛狗了，正打算回山上去，忽然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小乞丐。这是在我院中偷梨子吃的那个小家伙。这是给你的。你偷来的？哼，这是我买的。你哪来的钱？我在山里摘了一捆草药，卖给了药铺，换来了钱。这样才对嘛，自食其力，比你以前偷东西吃好得多了。我拿了你20个梨，我会还你20个包子的，今天是第1个。我不用你还，你自己留着钱买吃的吧。我看你住在山上，还要自己种地，应该过得也不好，所以我不能欠你的。那好吧，我等着你给我买包子吃。虾人吃完包子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忽然小乞丐又跟了上来。你叫什么呀？虾人。你的名字好好听，不像我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你想要有个名字吗？我不想别人一直都叫我小混蛋。那我给你取个名字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我记得你说过你爹姓郭，对吗？小乞丐点了点头。对于父母的记忆，他只记得自己的父亲似乎姓郭，甚至他都不怎么确定。那好，你就叫郭小云怎么样？这个名字还不错，谢谢你给我取名字。你回去小心一点，最近这里可不太平。什么情况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没有钱。原来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我还以为这个所谓的高人有多厉害呢。直接带走。小兔子，主人交给你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我啊？我们是宋家的人，听闻这浮云山上有个什么世外高人，所以来把你抓回去。宋家？莫非是之前楚烟玉说过的那个西陵宋家？家主、少主，我们把人带回来了。宋涛，你这个蠢货，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凡人吗？他怎么可能是浮云山上的世外高人？可是家主，这家伙明明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啊！
你是不是叫虾仁？我要是承认了，那我今天怕是活不成了。我不是虾仁。难道我真的抓错人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之前要往浮云山上而去？我叫欧阳锋，之所以要去浮云山，是为了去山中采药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滚下去！你们要抓的人是虾仁，和我欧阳锋没什么关系，我就先走了。蝼蚁一样的东西，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来人，快来人，把他给我拦住！好你个虾仁，差点就被你骗过去了。我真不是虾仁，你们抓错人了。还说你不是，我儿都被你打伤了。我啥时候打他了？嘿嘿，是兔爷我动的手，敢动我家主人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把他给我拿下！啥情况？是你们自己倒下的，我可没动手，不要赖我身上。看来你当真是深藏不露，还得我来出手镇压你。此人修为深不可测，当真是恐怖无比。我和你拼了！不可再对高人不敬，立刻给高人下跪请罪。啊！爹，你不会傻了吧？高人在上，我们父子两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高人，实在是罪过。莫非是我伟大的品格将他们感化了？这一日，虾仁回到山中，不远处有人慌慌张张跑了过来。你是虾仁吗？我是。你是谁？郭小云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有一个黑衣人把郭小云给抓走了。难道是遇上了白素衣口中所说的邪修？知道被抓到哪里去了吗？不清楚，但那黑衣人是往东边去的。看来只能祭出我压箱底的宝贝了。大毛，你先躲起来。这是何物？竟如此坚硬！我操！这是人是鬼？眼见狙击枪奈何不了这怪人，虾仁也不再躲躲藏藏，直接起身又掏出了2把手枪，踏入了谷内。阁下在此修炼邪术，伤害这么多孩童性命，不觉得有伤天和吗？此人手中之物着实古怪，我伤势未愈，精气亏损，必须要小心应对。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？想知道我是谁？你觉得自己够这个资格吗？就算阁下修为高深，但老夫也并非泛泛之辈，真要交手的话，或许阁下并非老夫的对手。先唬一唬这老家伙再说。既然你对自己的实力如此自信，那我便告诉你本座的名号，我乃独孤求败是也。求败，简直是狂傲无比。哼，老夫不曾听过这个名字。如你这等井底之蛙，如何能听过本座的名字？对了，沈天华你知道吗？沈天华，七绝老人沈天华。当初他就是败在了沈天华的手中，修为大损，元气尽散，几乎身死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认识沈天华。不妨告诉你，沈天华数日前还来拜访本座，希望本座能指点他一番。你竟然指点过沈天华！趁此机会，虾仁毫不犹豫，直接开枪，2颗子弹精准地打在了他的心口处。高人饶命！高人饶命！我这神兵的滋味可还好受？我已知错，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了。就在虾仁要动手的时候，谷外忽然间传来了脚步声，数十道人影冲入了山谷。此人莫非就是邪天老怪？我已经将此人制服了。邪天老怪，你作恶多端，今日总算是将其擒住了。若非是栽在了这位高人手里，就凭你们这些人，如何能奈何得了老夫啊？高人，这穿着古怪的年轻人能是什么高人？高人，我邪天老怪不愿死在这些平庸之辈的手里，还请你动手，给老夫一个痛快吧。我来送你上路。这位公子，是你制服了这邪天老怪吗？算是吧。师尊，这位就是弟子曾经向你提过的虾公子。我这是在哪？没事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我差点死了。我带你回去。阁下留步。公孙宗主还有什么事吗？此番杀死邪天老怪，虾公子必然名扬天下。不如随我等一起离开，届时好让更多人知晓虾公子的功劳。这个功劳我就让给公孙宗主吧。哼，还算识相。师尊，你怎能如此啊？你怎么跟师尊说话呢？
虾公子虽然不争功，但师尊你也不该这等态度啊，他可不是寻常之辈。不就是一个懂点医术的年轻人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师尊，玄剑宗的徐宗主还有武皇陛下都曾经去拜访过虾公子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怪哉！以公孙越的实力，按理说不可能是邪天老怪的对手才是，为何他能杀了邪天老怪？据说那邪天老怪劫走诸多孩童是为了疗伤，或许就是因为邪天老怪有伤在身，所以公孙宗主才能将其击败。这倒是有可能。公孙老儿这一次算是出风头了，连我玄剑宗在声势上都被他压了一头。虾大哥，你醒了。你不用做这些事情，这样吧，我收你做徒弟，教你一点本事，让你能养活自己。师傅在上，徒弟郭小云叩拜。师傅，你会教我修炼吗？修炼？可师傅，我也不会修炼啊。不可能啊，不是师傅你把我从那些坏人手里救回来的吗？是我救你回来的，但我真不会修炼。你要是想修炼，我倒是认识一些人，可以把你送到修炼宗门去。不要，我还是待在师傅身边最好。你不是想修炼吗？不修炼也能很厉害，就像师傅你一样不就行了？在得知了虾人是世外高人的身份之后，公孙越真是越想越害怕。他决定亲自来拜访这位高人，缓和与高人之间的关系。师尊，去拜见虾公子可以，但可不能拆穿其身份，他不喜欢以高人身份自居。这个为师知道，这位虾公子必然是那种想要体会凡尘俗世的世外高人，我不会多嘴的。还有，虾公子所住的地方十分清静，师尊到了那里必须要小心谨慎，可不能乱来。你放心，为师不是那样的人。虾公子养了一条狗和一只兔子，也都非比寻常，尤其是那条狗，修为深不可测。一条狗的修为都深不可测。公孙越有些惊讶，说话间，师徒两人已经是来到了山上。这位小兄弟，虾公子在吗？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虾公子的朋友，来拜访虾公子的。我师父他下山去买东西了，你们要不然进来等他吧。原来是虾公子的高徒，却不知如何称呼。我叫郭小云，是师父给我起的名字。既然是虾公子的高徒，那咱们头一次见面，可要给一些见面礼才行。此物还请小兄弟你收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九灵宗特制的精选丹，能改变体质，淬炼筋骨，对于小兄弟这样的年轻人最有益处。谢谢你们，你们进来坐坐吧。公孙越和白素衣进了院内，郭小云很客气地为他们沏了一壶茶。公孙越拿起茶杯，正要饮下，却见茶水翠绿，一股股精纯无比的灵气弥漫出来。灵液。师尊，这莫不是一整杯的灵液？郭小云连续喝了几杯，喝完之后又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扛着锄头去锄地了。这可把师徒两人看傻了。灵液还能这么喝的吗？也不怕灵液之中所蕴含的磅礴灵气，直接把身体撑炸了。此子不愧是那位高人的徒弟，估计是那种不世出的绝顶天才，体质特殊，能把灵液当水喝。而此时的虾人本来买好东西就要回浮云山，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和尚，口口声声说他是什么佛门圣子，要带他回西境佛门。小僧愿追随圣子，从此修行大乘佛法，以度化世人为己任，求圣子成全。他本想把这家伙忽悠走，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了，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。修行并非要追随什么人，只要心中有佛，何处皆可修行。圣子说的对，就算不在寺庙，我也能够修行。我决定了，从此以后不回西长古寺了，就在此地修行。啊！师父，之前有2个人来拜访你。什么人？一个老头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姐姐，说是师父你的朋友。他们来有没有说什么？就说是来拜访你的，还送了我一瓶丹药，那丹药还挺好吃的。男子从街上捡回来一个小乞丐，却不曾想此子乃是一个体质特殊的绝顶天才。小云，我今天教你写字。我会写字。你认识多少字？基本上都认识吧。那我教你画画吧。一整天，虾人都没让郭小云做其他事情，就是一直在画画。而郭小云就像是天生能懂得这些一样，完全不需要指点。你以前也学过画画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能画得这么好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眼前看到什么，心里想一下就能画出来。难道我收了一个天才？这时，浮云山下忽然间来了一群僧人，以慧空为首。这些僧人望着浮云山，面露虔诚之色。圣子就隐居在山中修行。同修们，不如咱们就在这里建立寺庙，守护圣子。慧空等几十个僧人意见一致，他们开始在山下修建寺庙了。此时，宋家父子也是带着宋家武者们风风火火赶到了浮云山。
你们为何要在虾大师的山下修庙呀？虾大师，你说的是圣子吗？圣子？什么圣子？虾人乃是我佛门圣子，佛法高深莫测，我等便是为了追随他，才从西境佛门而来。对，咱们现在既然一心向佛，何不直接剃度呀？对呀，慧空大师，我们父子想要出家。两位施主，你们当真要出家？求慧空大师成全。既然两位如此坚定，又一心向佛，佛门自然愿意为两位大开。多谢大师。随后，由慧空和尚亲自动手，给宋家父子进行了剃度仪式。你们拜在贫僧座下，便是贫僧的弟子，入我佛门，当有法号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两人便叫虚海、虚竹。多谢师傅。对了，师傅，咱们的寺庙叫什么名字呀？寺庙的名号必须要圣子亲自取才行，不然这寺庙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。慧空决定亲自上山去拜见虾人，求得寺庙的名号。你来这里干嘛？小僧在山下修建寺庙，但不知该叫什么名字，所以特来山上求圣子为寺庙取一个名字。啥玩意？你在山下修建寺庙？是啊，不只是小僧，还有其他佛门同修都在山下修建寺庙呢。等等，你们什么情况？自从圣子上次对小僧说了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区别之后，小僧便决定留在此地，追随圣子修行。快带我去看看。两人很快来到了山下，站在高处，虾人已经远远看见了10几座正在修建的寺庙。要不然你们还是回西境吧，你们不回去，佛门的人会来找你们的。圣子放心，佛门之人若来，小僧等人会劝说他们一起留下。啊！我这就莫名其妙背定了这个佛门圣子的名头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圣子，您还没给小僧的寺庙取名字呢，就叫少林寺吧。边军急报！边军急报！边军出了什么事？3大王朝已经结盟，进攻我天武王朝东境边关。此刻，边关已经告破。陛下，趁现在东境尚未全部沦陷，速速发兵吧。大将军贺元立刻带上30万虎贲军，再加上都城10万禁军，立刻前往东境御敌。微臣领命。退朝之后，东方素依旧是心神难安，他恨不得立刻亲自前往东境，但身为帝王，此时若出现在东境，那3大王朝必然会有所行动。陛下，东境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你不用宽慰朕，贺云的40万兵马能撑过3日，已经算是大胜了。想要保住东境，难如登天。陛下，您忘了吗？浮云山可就在东境啊。对呀，我才想起来，浮云山上可是住着一位深不可测的世外高人，有这位高人在，或许可以保住东境。孤月，你立刻去见这位高人，求他出手相助。属下遵命。师傅，有人来了。孤月，你可是好久没有来我这里做客了。夏公子，这次真要请你出山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当下，孤月便是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虾人。打仗了，居然打仗了，这可咋整？师傅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搬家吧。对，搬家，赶紧搬。夏公子，此番就要靠你击退那100万大军呢。啊！你让我去击退100万大军，你觉得我是谁？孙悟空啊！如今天武王朝除了夏公子之外，实在是没有人能够扭转乾坤了。你求我也没用啊，我就是一个凡人，别说100万大军了，随便来几个壮汉都能把我收拾了。连虾公子都不愿出手，难道当真是天要亡我天武王朝？就在孤月离开不久之后，贺云带着40万大军赶赴战场，而敌国100万大军也已经杀来。就在距离浮云山不远处的战场，一场大战爆发，但连1日功夫都不到，40万大军溃败，残兵败将不断败逃。此战之后，这天武王朝将再无抵抗之力。圣子，山下已经是被大军重重围困，我等会拼死保护圣子周全。什么玩意？我才刚把行李收拾好，正打算搬走，这可咋整？圣子无需惊慌，有我等守护，必然保圣子安然无恙。不错，圣子只需安心留在山上，纵然有100万大军，我等也能退敌。此地已经是我佛门清净之地，世俗大军不可侵扰。行吧，我的命算是交到你们手里了。圣子放心便是。佛度世人，今日我等便再次度化这些陷入世俗纷争的人们，让他们放下手中的刀兵，去追随我佛的脚步。此时，3个将军列阵而出，这3人各自来自不同的王朝，也是这100万大军的3名先锋大将。倒也有意思，没想到天武王朝境内还有这么一群和尚。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正的和尚呢，这一个个光头的样子，当真有趣。
看这些和尚的样子，莫非这山上有什么佛门的大人物？阿弥陀佛，三位，此地乃佛门清净之地，还望三位将军带着你们的兵马速速离去，莫要搅扰了佛门修行。我们三大王朝百万联军到此，是为了击溃天武王朝。你们这些僧人若是不想死的话，就速速退走。我佛门圣子就在山上清修，我等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尔等搅扰了圣子，除非是从我等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浮云山我们必须要拿下，此地山势险峻，可以作为我等的大本营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若是再不离开，就送你们上路。我佛慈悲，不愿杀生，但若到紧要关头，佛也有冥王之怒。金光闪耀，一尊不动明王出现在了慧空的身后。他们每一个，除了佛法高深，也都有着非常强悍的武道修为。哼，不知死活，给我射！看来这些和尚的修为都不低，那就直接用破法剑。很快，士族们换上了一种特殊的剑，是专门对付修炼之人的一种剑，材质特殊，并且篆刻了破除灵气的阵法。破法剑威力惊人，众僧所施展的手段被纷纷扣住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寻常之剑。趁此时机，赵景明立即下令攻杀，慧空等人奋力抵挡。一时间，浮云山下血流成河，慧空众人无所畏惧。虽然无法应对破法剑，但他们面对寻常士族，依旧是有着绝对的优势。这些和尚倒也厉害，个个都有凝丹境的修为，确实厉害。只可惜他们人数太少，要是有100多个，咱们还真不见得能够拿下这座山。那佛门圣子在山上，咱们这样真的好吗？万一那佛门圣子是个厉害人物，只怕我等会引火烧身啊！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什么佛门圣子连面都不敢露，却让这些僧人留在山下送死，你说他能是什么高人吗？虾人所住的浮云山，此刻惨遭百万大军围攻，山下众僧奋力抵挡，眼瞅着即将殒命时，却见一条真龙出世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不是龙？没错，是龙，是真龙。不要乱，这是敌人的幻术，这不是真的。3个先锋将军试图稳住军心，就在百万大军齐齐愣神之际，一股无比强悍的气息从龙口之中喷涌而出，直落地面。仅仅一瞬，上万士卒殒命。快撤！快撤！这地方太恐怖了！真龙现世，这莫非是圣子豢养的真龙？一定是啊！我亲眼所见，真龙是从浮云山的山顶飞入乌云之中的。想不到圣子竟然如此强大，不需要亲自出手，饲养的真龙就足以吓退这百万大军。我们赶紧疗伤，等伤势缓和之后，我等上山去拜谢圣子。与此同时，百万大军败逃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到了朝堂之上。陛下，陛下，东境大捷，东境大捷！3大王朝百万联军死伤10万，败逃而去。快详细说来。陛下，那百万联军攻打至浮云山，起初被浮云山下的一众僧人所阻，僧人们陷入了重围，却不知为何突然天降真龙。天降真龙，众人听到这里都是脸色大变，唯有东方朔能明白其中的缘由。真龙，莫非是那位高人出手了？等我打个电话，派兵重新建立东境防线，时刻提防3大王朝的动向，以防敌军再度袭来。陛下又换手机了，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6 Pro，比新机便宜了1500多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呢。靠谱！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2手手机，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退朝之后，东方朔回到后殿之中。孤月，随我去一趟浮云山，还要携带重礼才行。与此同时，浮云山上，虾人和徒弟郭小云躲在屋内，瑟瑟发抖。徒弟，你说那些兵马会不会杀上来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万一要是杀上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跪地求饶呗。说的没错，跪地求饶，小命最重要。师傅，外面刚才好像打雷了。妈的，命都要没了，你还关心外面打不打雷？师徒2人缩在床底下，内心无比煎熬。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了脚步声。完了，真上来了！徒弟，等会下跪的时候，记得姿势一定要干脆点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师徒心怀不轨。我记住了。还有，万一人家真要杀咱们，那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为师给你的东西可要拿好，到时候别手抖。师傅放心，我已经学会怎么用这个东西了。
很好，今日能不能活命，就看咱们师徒两人的运气了。师徒两人怀着悲壮的心情，默默等待着敌人的降临。可等了许久，却没有想象之中的破门而入，也没有任何叫喊声。圣子在吗？是慧空，敌国军队没有杀上来，肯定是被慧空他们给挡住了。没想到这些和尚还真挺有用的，走出去看看。原来是你们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干啥这是？我们是来叩谢圣子的救命大恩。啥？什么救命大恩？不应该是我谢你们吗？要不是你们打退了敌人，我和我徒弟可就性命难保了。圣子，不是您。一个和尚刚要说话，却被慧空一个眼神止住，随后以佛门秘术对众人传音。圣子体悟凡尘，一心修行，我等绝不可坏了圣子的心境。说的没错，圣子必然是为了度化世人，才甘愿化身凡人，这等伟大，足以令我佛门传颂千年。在众僧的心目之中，虾仁俨然是成了为度化世人而愿意以凡人之姿修行的得道高僧。这些光头搞什么呢？圣子，我们先不打扰了，这就下山修行。好吧，改天我下山来你们的寺庙转转。能得圣子莅临，我等倍感荣幸。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哦？圣子，我是宋啸天，这是犬子宋成龙啊。原来是你们呀！你们怎么还出家了？自从那天圣子教会了我们父子两人之后，我们父子便一心向佛，渴望投身佛门。圣子，我父亲的法号是虚海，我的法号是虚竹。你法号叫虚竹？是啊是啊，这是慧空师傅给我取的。这法号不错，一看就很有前途。连圣子都这么觉得吗？我也觉得很有前途。慧空他们走后没多久，五皇东方素带着孤月到了浮云山附近，两人在天上都看见了不远处地面有2个大坑。如此手段，唯有真龙。陛下，浮云山下确实建立了不少寺庙，其中最为宏伟的一座名为少林寺。这些僧人都聚集在这里，莫非虾仁就是佛门圣子？很有可能，唯有如此高人，才配得上佛门圣子这样的称谓。走吧，去拜见高人。师傅，他们会飞。拜见五皇陛下。真不愧是高人，做了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依旧这么低调平常。夏公子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最近收的徒弟，叫郭小云。徒弟，这位是咱们天武王朝的五皇陛下。郭小云怔怔地看着东方素，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。对于曾经身为乞丐的郭小云来说，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大人物。高人居然收徒了，能被如此高人看中，收为弟子，那绝对不是寻常之辈，必然是惊才绝艳的天之骄子。夏兄，这是陛下从皇宫宝库之中挑选出来的礼物，你可一定要收下，切莫推辞。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那我就直接打开看看了。虾兄自便。2个礼物则是一把长剑，一件软甲。不错不错，多谢陛下。看来这位高人还是愿意领我这份情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天武王朝等于是有了一座大靠山。只要一直与这位高人交好，那我天武王朝必将高枕无忧。此人身上似乎毫无灵气波动。不错，不仅没有灵气波动，甚至连气血都如此的孱弱。太弱了，这就是一个凡夫俗子。难道我们都被骗了？下去探一探他的底。陛下，3大王朝的武道高手纷纷出动了。可知道有哪些人？3大王朝中的9人顶尖高手都在其中。他们是冲着高人来的。不错。我天武王朝的高人岂能让这些人骚扰？陛下有何安排？去告诉3大宗门，让他们立即去浮云山，咱们也要给高人撑撑场面才行。很快，3大宗门都收到了来自五皇东方素的传讯。3大王朝当真是疯了，居然想对高人不敬。师尊，这一次只怕高人会动怒。哦，为何这么说？高人清修，本就不希望打扰，可这一次3大王朝来了这么多高手，只怕高人并不喜欢这么多人去打扰他。只怕浮云山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啊！无论如何，咱们都是要站在高人这一边的。师尊，出事了！怎么如此急躁？出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！3大王朝100万联军进攻天武王朝，结果兵败退走。我这手机刚传来信息，传言是浮云山上的高人出手，导致了100万联军溃败。你换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苹果12还卖了2680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夏高人出手了？他没有真正出手，
是他饲养的真龙出手了。真龙现世，顷刻间灭杀了10万敌军。真龙，现在看来，那条真龙还真就是虾人饲养的，不愧是高人。100万大军在其眼里，只怕是如同草芥一般。但是现在3大王朝的高手们都在赶往浮云山，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！3大王朝这是在作死，居然敢来搅扰高人的清修！师尊，你要出手了吗？哼！好歹我也受了高人的恩惠，此刻高人遇到了麻烦，那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师傅，你还会弹琴吗？那当然，师傅我就没有什么不会的。那你会修炼吗？除了修炼。有琴声，他在做什么？莫非是要弹琴？难道他都不曾察觉到我等已经到来了吗？这么久不弹，也不知道生疏了没有。什么情况？不对劲，这是阵法。此人太可怕了，竟然能以琴音演化阵法。我们如何出去啊？等着吧，只有等这位高人弹奏完毕，或许阵法就能够自行化解。这是3大王朝的武者，此人太过恐怖，绝不能与之为敌。快逃吧！估计他是有意放我们一马。拜见虾公子。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虾公子勿怪，我等听说有人要对虾公子不利，所以来此保护虾公子。不会吧，我也没招谁惹谁，谁会对我不利？我们眼见虾公子无恙，也就放下心来，这就告辞了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正好我把琴搬出来了，看看我弹得如何。莫非这是机缘？我们愿意留下。那好，你们听我弹琴，等会就在这里用饭吧。徒弟去做饭。原来是虾公子的弟子，来得匆忙，没带什么东西。这块极品灵石就当是见面礼了。我也是，来得太匆忙了，身边就只有这把上品灵剑，就送给这位小兄弟了。我这里有1枚天元丹。你们这也太客气了。就在这时，2道身影自天穹落下，正是闻讯而来的沈天华和萧师。3大王朝的人呢？怎么一个都没有？沈老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虾公子，老夫又来叨扰了。没什么叨扰不叨扰的，刚好3大宗门的人也在这里，咱们一起热闹热闹。敢问老先生如何称呼？老夫沈天华。您老便是昔日威震南荒的3绝老人沈天华。正是老夫。3绝老人，原来沈老先生你这么厉害的吗？在您面前，我还敢称厉害？不敢，一点虚名而已。正好你也来听我弹弹琴。虾公子，多谢你的琴音，让我等受益匪浅。是了，虾公子的琴音让我的心境蜕变了。我也是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大彻大悟。其实我真的没做什么，或许是你们自己感悟的，和我这琴声没啥关系吧。虾人正想把古琴收入房内，忽然间2道身影疾驰而来，正是武皇东方朔和亲卫孤月。完了，不会又是来蹭饭的吧？拜见陛下。虾公子多礼了，我此番前来，除了来看望虾公子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虾公子。哦，什么事情还要劳动陛下您亲自过来？西境佛门派来了僧人，质问我天武王朝为何要扣留他们佛门僧人，还要派高僧来天武王朝与我朝之人理论佛法。我们深知虾公子精通佛理，此番佛门来人，还请虾公子出面应对。我哪懂什么佛理呀，我又不是和尚。要不然我去劝山下那些和尚，让他们赶紧回去，佛门应该也就不会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或许可以。那我这就去找他们。圣子莅临，贫僧师徒3人倍感荣幸，不知圣子有何吩咐？你还不知道你们佛门来人了？我说你们还是赶紧都回佛门去吧，不然我可是要遭殃了。小僧不回去。慧空啊，你听我说，在哪里修行都是一样的，没必要纠结这个。你回去佛门一样可以修行我说的大乘佛法。听话乖，还是回去吧。如何？我算是好话说尽了，可惜他们不听。那就只有请虾公子出面应对那些佛门之人了。好吧，我勉强试试。东方朔和孤月走后，虾人依旧是在为不知何时会到来的佛法论理而发愁。师傅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搬家吧。这次搬不走了，山下的和尚们可都看着呢，咱们去哪，他们也会跟着到呢。
徒弟赶紧做饭，饿死我了。师徒两人吃完饭后，郭小云带着大毛下山遛狗，一路来到了集市上，却被以前一起在街上乞讨要饭的伙伴围了上来。是小混蛋，小混蛋来了！你们别叫我小混蛋了，我师父给我取了名字，我现在叫郭小云。好吧，小云哥，大康哥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整天跟着一个很奇怪的家伙，神神叨叨的，咱们都有点担心他。大康是郭小云最好的朋友，当初郭小云被挟天老怪的徒弟抓走，就是大康去浮云山找虾人帮忙的。此刻一听大康似乎出了事情，郭小云自然也是担忧起来。大康在哪里？他一大早就跟着那个怪人去了西边的林子，不知道去做什么了。好，我去找他。你当心点，那个怪人看起来凶巴巴的。只要再有一个童子傀儡，我就可以练成三尸天解功了。大毛，你怕不怕？你要是怕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保护你，你不用害怕。大康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大康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跟我回去吧。你是谁？我是大康的父亲。你说谎。小家伙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做你的父亲。大康，你快过来。这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，他现在已经完全属于我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想知道的话，就自己过来吧。来了，到我的身边来。再加上你这个童子傀儡，我的三尸天解功便可练成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一个小孩还能翻了天不成？你这小孩倒是有些力气，如此也好，体质越好的小孩，练成的童子傀儡就越上乘。你是坏人。这似乎是一个一般的小孩，难道是天生神力？这是什么怪物？你是坏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还要问你是什么人呢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四周的树都断了？大康，你没事吧？我带你去找我师父，他一定能救你的。这小子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修为，不行，必须要探一探这个小子的虚实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来头。此时郭小云也是背着大康一路跑回浮云山，直到来到了半山腰，他才猛然发现自己不但不累，反而是越跑越轻松。我不会是生病了吧？当务之急还是要让师父救一救大康才行。师父，师父，干什么呀？师父，你快出来救人啊！怎么回事？师父，他叫大康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他伤势太重，只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师父，难道连你都没有办法吗？我试试吧，就看这丹药管不管用了。此地竟有这么多的寺庙，莫非就在这里？施主有何贵干？滚一边去！施主为何如此暴躁？把人交出来！施主，我少林寺一共就只有3个僧人，请问你要找谁？别给我装模作样！那2个小孩呢？还有1条狗，把人给我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烧了你这破庙！施主，你是来闹事的？我懒得和你废话。阿弥陀佛，佛门清净之地，施主你太暴躁了。哪个敢来少林寺闹事？你们有多少人都出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光头和尚能有多少能耐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阿弥陀佛，就是你来闹事是不？你们太过分了！阿弥陀佛，施主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。正所谓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不知施主愿不愿意剃度出家，入我佛门呢？我不出家。那好吧，若是施主有一日大彻大悟，想要出家，可以来我少林寺。大康，你终于醒了。难道我煮的菜粥
比那些修炼之人的丹药还要管用吗？我在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浮云山。大康，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？有一个人，他说他能给我很多吃的，只要让我跟着他就行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让我吃了很多味道怪怪的丸子，还在我身上点了很多下，我就觉得那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记不清了。过了1日，山下来了一条长长的队伍，马车之内正是平西王府的郡主楚烟玉父女，两人则是来拜谢虾人对平西王府的救命之恩。女儿，为父有些担心，你说那样的高人会愿意为我医治吗？没事的，父王，虾高人可随和了，一点高人架子都没有的。而且他现在是在以凡人的身份感悟凡尘，所以咱们到时候不要叫他高人，也不能太过恭敬，平常一些为好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世外高人，行事都是如此古怪。王爷、郡主，我们到浮云山了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浮云山下修建了不少寺庙，现在咱们就停在一座名为少林寺的寺庙前。寺庙，我下去看看。原来是郡主，好久不见了。宋成龙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莫不是还想对我平西王府动手吗？郡主，我已经出家为僧了，前尘往事都与小僧再无关系了。啥玩意？你出家了？不仅是我父亲如今也已出家，与我同在这少林寺中，跟随慧空大师修行。阿弥陀佛，池施主有礼了。我父子2人已经遁入空门，过往之事已如过眼云烟，早已放下，还望池施主见谅。池施主这是要上山去拜见圣子吗？我带我爹去拜见虾高人。那快去吧，虾高人此时应该与他的弟子正在田间劳作。虾公子，是郡主呀，你可好久没来了。虾公子，我此番前来是来向你道谢的，这是我父亲。在下池镇国，久仰虾公子大名，今日的见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原来是王爷，怠慢了，怠慢了。虾公子，之前多谢你为我平西王府指点迷津，让我平西王府渡过了难关。这里有一份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还请虾公子笑纳。郡主太客气了，我上次也只是稍微提醒了你一下而已。虾公子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行吧，你快起来。虾公子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父亲他前段时间身体不适，如今精神每况愈下，却始终找不到病根，所以还望虾公子能给家父诊治一番。有劳虾公子了。王爷，你平日里爱饮酒吗？我素爱饮酒，每日至少都要饮酒半斤，尤其是入眠之前，更是喜欢小酌2杯。一天至少半斤，睡觉前还要整2口，这就难怪了。虾公子，难道我父亲的病是与他饮酒有关吗？可我父王饮酒已经有几十年了，为何前段时间才会得病？就是因为持续饮酒几十年，你父亲的身体才会出问题呀。那我父亲这个病，他严重吗？说严重其实也不算严重，但要说不严重，若继续放任下去，还真是会要命。虾公子不妨直言。先等等，进屋让我再看看。王爷，等会我会按压你的肚子，你不要见怪。无妨，虾公子尽管施为。有什么感觉吗？汤，虾公子轻点。师傅，你在做什么？大人做事，小孩子一边去。哦。现在他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池镇国有肝病。王爷，你这病不简单，必须要好好注意了，否则只怕会有性命之忧。虾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！虾公子，只要你能救我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你们先别急，等我说完。首先，王爷，你以后不能再喝酒了。少喝点行吗？不行，若想保命，我建议你把府中所有酒全部倒了，并且以后再也不要有半点喝酒的念头。父亲，以后不许再沾一滴酒。此外，饮食要清淡，切忌大鱼大肉。对了，王爷是不是不能修炼？我修炼资质很差，所以修为很低，只有开灵境中期。那也行，弄一些调养身体的丹药吃吃就好。虾公子，我父亲的病当真这么简单就能治好吗？说起来简单，但要想持之以恒，可不容易。切莫因为有一点小的改善就有所放松，一定要坚持。我们明白了。你只是在棋盘上下了一枚棋，其中竟蕴含了难以想象的大道。大道，这一枚棋子竟然蕴含了大道。这老和尚不会抽风了吧？老衲输了，圣子德行高深，早已参悟了无边大道，老衲井底之蛙，连一窥圣子大道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老和尚说啥呢？我不就是下棋套路怪了一点吗？
圣子，老衲也不想回西境佛门了，只想跟着圣子你在此修行。这可不行，是圣子觉得老衲资质太差，没有资格跟随圣子吗？你要是也留在这里，那西境佛门不还要派人过来吗？不如你回西境，把这里的事情清清楚楚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明白之后，就不会再多生事端了。圣子既然这么说，那老衲便返回西境，将圣子对我等的教诲告知佛门众人。想来众人听了之后，也都会对圣子无比敬仰。敬仰不敬仰的倒是无所谓，只希望你们这些和尚可不要再来找我麻烦了。师傅，大康走了。师傅，我想去把他找回来。你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跟你回来的。为什么？他和你不一样，他喜欢外面的世界，不会像你一样愿意留在这小小的山头。这手机给你，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旧的放爱回收了啊！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靠谱吗？当然，爱回收可是上市公司，现在上爱回收搜开工好礼，货点评论区最高能领888元专属红包。用不上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想要快速回收变现，就认准爱回收。那我一会儿也去看看。数日之后，少林寺山门之外来了一个清秀的女子，她跪在少林寺的大门前，双眼无神，满脸绝望。小女子愿入佛门，求大师成全。女施主因何缘由想要出家？小女子名叫宋柔，天生命苦，幼年之时克死了父母，7岁时被养母收养，结果不到2年，养母也被我克死了。我的天，这还真是走到哪死到哪，有点太邪门了。我辗转流落了数年，一直都有无辜之人被我克死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现在只想落发出家，从此了断凡尘，常伴佛祖近前，求大师成全。师父，不如收下这个可怜的姑娘吧。可是我少林寺中并无女子啊。她若是入了门，便是我少林寺第1个女弟子。小女子别无所求，只想在寺庙之中了此残生。好吧，不过你暂且不用剃度，待我修书一封，让西境佛门的僧尼来到此地，到时候你再转投僧尼门下，如此方为妥当。多谢大师成全。宋柔儿就这么留在了少林寺，每日跟着虚海和虚竹吃斋念佛，倒也还算平静。只是过了几日，虚竹提着扫把外出扫地，结果晕倒在了寺庙门前。慧空给虚竹查看了一番，结果发现虚竹的身子竟然变得十分脆弱，5脏6腑都在衰竭。虚竹病倒的第3天，少林寺的后院佛堂突然起火。又过了2日，后院之中爬出来好些蛇虫鼠蚁，却在顷刻间通通死去。女施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贫僧？没有。女施主，你也看到这几日我少林寺的状况，若是你再不说出实情，只怕我少林寺就要被你所连累了。其实我是天生的恶祸之体。恶祸之体乃是上古传说之中具有大恐怖的一种特殊体质，此体质之人所到之处灾祸连连，与之有关之人也会相继毙命。快走，快些离开少林寺。大师，我无处可去了。宋施主，不是我贫僧心狠，可你知道恶祸之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可我真的无处可去了。或许只有佛门能为我消除这恶祸之体的影响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留在这里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一个人能帮你。大师说的人是虾仁，可我听闻虾高人隐居山中，不知去向啊。虾仁乃我佛门圣子，如今他就隐居在这浮云山上。我当真能够见到这位高人吗？我与圣子相熟，只有我带你上去，说明情况，想来圣子会愿意出手帮你。那就多谢大师了。当下，慧空便带着宋柔儿往浮云山上而去。拜见圣子。找我有事吗？圣子，这位宋柔儿姑娘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她想入我佛门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这位姑娘，她是千古罕见的恶祸之体。什么体？恶祸之体？好好的一个大姑娘，怎么就是个恶祸呢？不过看起来无精打采的，确实像是饿了好几顿的样子。还请圣子出手，为这位姑娘化解恶祸之体。不就是恶祸吗？难道你们少林寺已经穷得揭不过开锅，连顿顿饱饭都吃不起了吗？圣子，恶祸之体乃是一种古怪的体质，此体质之人所到之处便寸草不生。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古怪的体质？慧空，我可就要好好说说你了。愿听圣子教诲。我若是你，必然不会将这位姑娘带上来，而是会靠着自己的佛法来慢慢为其化解。慧空啊，你的修为还是太浅了。圣子教诲的事，贫僧当真是修为太浅薄了，连圣子前些日子的教诲都忘却了。所以你还是把这姑娘带回去吧，毕竟她是你收入门下的，有什么事情也该由你这个做师傅的来承担。圣子说的没错，此事的确该贫僧来负起责任。
宋姑娘，贫僧即便是拼了这一身修为与性命，也会尽力为你化解掉这恶祸之体。求公子救命！你还是跟慧空下山吧。公子若不救我，那我便在此长跪不起。这还玩赖了？慧空，把他带下去吧。这是恶火之气，万万不可沾染，否则会被恶火缠身，性命难保。慧空，赶紧把他带走啊！这要是爆炸了，我这浮云山不就完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方向似乎是浮云山，莫非是虾高人那里出了事情？恶火之气是天地不容的一种力量，除非是达到能运转天地之力的境界，否则根本无法抗衡。一瞬间，慧空就被恶火之气所沾染。再这样下去，整个浮云山都会遭到波及。师傅，怎么办啊？此时，大毛和兔子也从院子里走了出来。狗哥，这我可搞不定啊！我能搞定，但是我嫌麻烦。那撒手，先看着吧，实在不行了我再出手。行吧。后院池塘，一颗龙头悄咪咪地浮出水面，看了一眼前院的情况后，又把头埋进了水里。虾仁和郭小云看着黑气还在四处蔓延，师徒两人只能是选择舍弃这里，往山下跑去。恶火之气？什么？这竟然是恶火之气！沈前辈，这不会看错了吧？要真是恶火之气，那这个女子莫非是传闻之中的恶火之体？一定不会错，这就是恶火之气，绝对不能沾染。即便是我等修为再高，也难以抵抗恶火之气的侵蚀。莫非虾高人也因为这恶火之气而离开了？此时，黑气已经是接近了虾人居住的院子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内突然飞出一只扫把，这扫把正是虾人时常用来扫地的那一只。这是什么宝物？这扫把居然能够在恶火之气中完好无损。一时间，黑气倒卷，竟然是纷纷退回到了宋柔儿的体内。原本就要弥漫整个山头的恶火之气，顷刻间就分毫不剩了。恶火之气居然就这么被驱除了？为何贫僧会看见一只会飞的扫把？差点忘了，主人屋内都是宝物，对付恶火之气还用不着我出手。几位施主，是你们救了贫僧吗？要不是恶火之气消失了，我们根本都不敢落下来。那是何人救了贫僧？此地的恶火之气似乎也没有了。是虾高人的宝物，化解了恶火之气，也救了你的性命。虾高人的宝物？不错，刚才虾高人屋内飞出来一件宝物，就是你刚才看见的扫把。圣子呢？想来是高人近日被连番叨扰，心中有所厌烦，不愿与我等相见。是啊，高人不愿相见，但他还是心怀慈悲，使用宝物化解了恶火之气，将一场天大的灾祸扼杀于萌芽之中。高人如此低调，却依旧心怀世人，当真是我等的典范。阿弥陀佛，圣子德行远大，贫僧只怕是在修炼千年万年，也无法企及圣子的分毫啊。此时的宋柔儿已经陷入了昏迷，但呼吸平稳，面色如常，并无大碍。幸好没事。怎么了，和尚？这女子是你的情人吗？施主还请慎言。和尚，此女莫非真是恶火之体？她的确是恶火之体。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竟然可以见到传说之中的恶火之体。这恶火之体万一控制不住，那可就是大灾难啊！不行，必须要想个办法将此女弄走。六火之体虽然可怕，但虾高人既然有克制六火之气的宝物，想来也有办法来应对恶火之体。我们在这里等虾高人回来吧。师傅，好像没事了。难道是慧空解决了那黑气？师傅，我上去看看吧。你待在这里，我上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你赶紧跑。师傅，你可别死啊！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化解了这恶祸之气，我这里可就要寸草不生了。几人心想，虾人必然是不愿承认是自己化解了那恶火之气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一点小事而已，虾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很快，宋柔儿也苏醒了过来。此刻的她意识到自己还好端端的活着，顿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。为什么我没有死？我应该去死的。只要我死了，就不会再有人受到我的牵连。姑娘，世间如此美妙，还是不要这么着急寻死吧。我要是不死，就会有更多人因为我而死。我不想再害人了。那你其实早就可以自我了断。我也试过，可是每次我要自行了断的时候，总会有意外发生。有一次我想要从悬崖上跳下去，结果不知怎地被一阵风给吹了回来。最近的一次，我想用剑抹脖子，结果剑直接断了。
老夫曾在古籍之上看过，恶祸之体天生恶运，但物极必反。拥有恶祸之体者，若遇为难，便会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感情这恶祸之体，除了对旁人不好之外，对自己倒是堪称运气滔天。圣子，还请您出手相助，为他化解恶祸之体。我哪有办法呀？圣子只需做一件事情，就可为他化解恶祸之体。啥事？送他一枚护身符。这么容易吗？圣子福德无量，必然有我佛庇佑。若有圣子亲手赠送的护身符，想来我佛之力也会降临在宋施主身上，为他消灾解难。行吧。虾仁想了想，然后回到屋内，拿了一个红色的东西，似乎是某种丝线编制而成的。虾公子，这是？此乃华夏结。华夏结。此物看上去倒是颇为喜庆。那肯定呀，虽然我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用，但也算是图个平安，你就带在身上吧。多谢虾公子。就在宋柔儿拿到华夏结的时候，一股暖流瞬间流转了全身。此物可是出自虾高人之手啊，那绝对是宝物，必然非凡无比。宋施主，随我下山回少林寺吧。宋柔儿回到了少林寺，心中依旧惴惴不安，时刻担心会因为自己的恶祸之体给少林寺再带来什么灾祸。连续数日，少林寺平安无事，就连之前已经是起不来床的虚主，身体也开始逐渐好转起来了。慧空十分惊喜，并且认定是虾仁赠予宋柔儿的华夏结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虾公子当真是神人。算卦测字，解签断命。这位小哥，让老夫给你算一卦吧。算卦？我们不信这个。可惜这么好的孩子，却是命不久矣哦。印堂发黑，恐有不祥。虽然虾仁不信算命的，但郭小云这面相，是个人都能看出不对劲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去找那老瞎子算算命。两位算卦吗？你刚才说我这个徒弟命不久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劳烦这位小哥把右手伸出来。只见老瞎子摸索一番之后，脸色突然就变了。好骨相，好骨相，人中龙凤，盖世豪杰，这乃是天生王者的骨相，万年难见，万年难见啊！老爷子，你这套说辞还是省省吧。老朽未曾胡言，你这高徒的确是天生帝王骨，而且非是一般的帝王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的帝王骨有3道骨痕，这3道骨痕代表着他在成就帝王伟业之前，会有3道生死劫难，若无法度过，则地心陨落，难成大事。这位小哥之前可曾遇到过什么危险？虾仁很快就想起了之前挟天老怪抓走了郭小云，想要吸取他的精气来恢复元气。还真遇到过一次。那就没错了，3道命劫，他度过了第1劫，但第2劫将至，若不早做防备，只怕性命难保。老先生之前多有得罪，切勿见怪。无妨。却不知先生可有解救之法？解救之法倒也不是没有，只是……老先生请笑纳。金元宝，这可真是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小哥，从竹筒里出一支签出来，让老朽帮你算一算如何化解劫难。哦。郭小云接过竹筒，里面满是竹签，只是看不出任何区别。郭小云随便拿出来一根，交给了老瞎子。元火之劫，其生在北，你这徒弟的劫难与火有关，生机渺茫。若是想活命，唯有向北而行，或许可求得一线生机。老先生还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？天机难测啊。那好吧。这位兄台，老夫也为你算一卦吧。那好，你也给我算算。说完，虾仁便是将自己的手臂伸了过去，但老瞎子却没有为他摸骨，而是拿出了纸笔。老朽为兄台测个字。也好。虾仁当即拿起笔，略微思索，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字。这字。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只是不知为何，他的声音之中似乎是在颤抖，仿佛是在惧怕什么。师傅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估计是老毛病犯了，急着回去吃药吧。师兄，今日你回来这么早？师弟，快收拾东西离开。怎么了，师兄？我沾染了不得了的大因果啊！师兄，以你的修为，即便是一国兴衰之因果，也能够化解，还有什么能让你如此失态？
一国兴衰之因果，与我刚刚遇到的大因果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师兄啊，你赶紧说呀！你还记得当年师傅临终之前为南荒大帝所卜的那一卦吗？我当然记得，师傅当年亏得一线天机，预感南荒大帝将迎来莫大劫难，为了南荒百姓的生死，强行卜一道求生之卦。但因为此卦沾染的因果太过强烈，师傅也遭到了因果之力的反噬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我记得师傅说过，那一卦已经为南荒大帝寻到了救世之人，此人也会成为南荒大帝的人族共主。南荒人皇。不错，南荒人皇将是拯救南荒大地的关键之人。就在刚才，我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人，此人便是人皇之骨相啊！什么？师兄，你确定没有看错吗？我虽然瞎了，但我的摸骨造诣你也是知道的。人皇骨相，如此特殊的骨相，我能摸错吗？这倒也是，师兄，找到人皇那是好事呀，为何师兄如此急慌慌呢？若只是找到未来人皇，我自然不会如此。可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那未来人皇如今败在他人门下，而人皇的师尊身上有着圣人因果。我本想看一看此人乃是何方神圣，结果惨遭圣人因果的抵触。若非我及时斩断与此人之间的接触，只怕我这条命都要没了。师兄，真是圣人因果吗？错不了，赶紧走。师兄弟两人毫不犹豫，立即离开了此地。他们趁着夜色，一路往西而行，正好途经了浮云山脚下。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寺庙？据说浮云山上有一位佛门圣子，这里有些佛门寺庙也不奇怪。师兄，你还记得我入门的时候，师傅为我算过一卦吗？当然记得，师傅说你命中除了必然要经历的5弊3缺之外，还会有一道恶劫，唯有在云山佛光之下，才能安然度过。云山佛光？难道说，师兄，我找过10多座名为云山的山，却始终没有佛光。如今这浮云山下却有这么多寺庙，岂不是天意？老瞎子有些沉默了。他本想直接离开天武王朝，彻底远离那道恐怖的圣人因果，可是自己师弟昔日的卦象，也不能不在意。罢了，师弟的性命为重，我们去探一探这里的寺庙。多谢师兄。随后，师兄弟两人便径直来到了少林寺的门前。两位是来礼佛的吗？是的，这边请。师弟，这女子，师兄猜得不错，此女十有八九就是那古书中记载过的恶祸之体。恶祸之体？你们两位为何不进来？我们忽然有事，就不打扰了。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到我少林寺中闹事？两位大师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师爷，里面香炉是自己倒下来的，与我们无关。宋师妹，这两人是不是来闹事的？他们两人说是来礼佛的。你们是什么来历？这两人恐怕是邪修。出家之人竟是如此的不分是非。危机时刻，老瞎子手里摸出了一方罗盘，罗盘一抖，顿时虚竹和虚海都陷入了阵法之内。趁现在，赶紧走！两位施主为何如此匆匆离去呢？师兄，来了一个厉害的和尚。突然间，天上居然出现了一道乌云，一道雷霆猝不及防的落了下来，范围所及，正好是慧空三人所在的位置。怎么回事？师父，你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宋施主，你的华夏劫还带在身上吗？华夏劫？我的华夏劫呢？虚海、虚竹顿时就明白了，老瞎子两人根本就不是来闹事，真正原因还是在宋柔儿身上。快把华夏劫找回来，不然我等可就又要遭受你的苦难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。宋柔儿也是急了，赶紧去自己的住处寻找华夏劫。找到了，还好没有出大事。昨日换洗衣物，将其取下之火就忘记带上。欣赏这么精彩的剧情，肯定离不开一台好的设备。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，像这台苹果14是我在转转上买的，才2800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。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，平板也只要2400多。买靠谱的2手，我推荐转转。师兄，咱们走吧。怎么，大师还要为难我们2人吗？两位施主误会了，刚才一番误会，让两位施主受了委屈，贫僧实在是倍感愧疚，还请两位入寺歇息，让贫僧好好赔罪一番。既然来了，咱们还是顺着人家的意思来吧。看两位修为不凡，却不知出身何处。大师见谅，我师兄弟2人的出身确实不能告知。贫僧能够理解，还请两位用些斋饭吧。
吃饭过程之中便没有再交谈。等用过饭之后，老瞎子有些忍不住了。贵寺之中为何会有恶祸之体？这是他十分想知道的事情。实不相瞒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当下慧空便讲述了宋柔儿的事情，他没有任何隐瞒，连虾人送了华夏劫的事情也告诉了两人。居然有人可以压制恶祸之体，此人未免也太厉害了吧！大师，你口中的圣子就在这浮云山上吗？不错，圣子就隐居于浮云山上。他老人家一向喜爱幽静，并且时常以凡人的身份自居。哦，这是为何？这是圣子在体悟凡尘、参悟更加浩渺的大道，非是我等能够揣测的。师兄，我们也上去拜访一下吧，或许为命中注定的恶劫，能找这位所谓的圣子度过。也好，老夫也想拜会一下这位圣子。真龙气息，此地有过真龙出没。什么真龙？师兄不会有错吧？或许有蛟龙经过此地也说不定。哼，你忘了师兄我曾经得到过一片上古龙鳞吗？对于真龙的气息，我岂会感觉错？两位，这里的确有龙，而那真龙自然也是圣子所豢养的。竟然有人能够豢养真龙，这简直是神仙才有的手段吧！师弟，等会见了那位圣子，一定不能露怯。这不是街上那个算命瞎子吗？他怎么过来了？圣子，贫僧又来叨扰了。慧空，我怎么感觉你跟拉皮条似的？怎么老往我这里带人过来呢？此人看起来有些古怪，身上毫无气息波动，当真是慧空口中的佛门圣子，世外高人。瞎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声音，老瞎子，昨天不是才在街上遇到过吗？你还给我们师徒两个算过命呢。此人不就是让我沾染上了圣人因果的那个人？怎么会在这里遇到？一想起昨日的遭遇，老瞎子就有一种命不久矣的感觉。怎么来了又要走？高人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昨天可没对你怎么着啊，是你自己算命的时候突然喷血，还急匆匆就走了，我还担心了你一阵子呢。此人莫非就是让师兄沾染了圣人因果的那个人？两位施主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明白了，老瞎子，是不是我昨日给了你一锭金子，让你起了歹心，带了个同伙上来入室打劫？什么？你们两人早就见过圣子了，而且圣子还给了你们一锭金子。昨天我和师傅下山买东西，遇到了这老瞎子给我们算命，我师傅就给了他一锭金子。两位莫不是真要对圣子不利？有贫僧在此，任何人休想动圣子一根汗毛。徒弟，赶紧去把咱们屋里的银钱藏好。好。这位兄台误会了，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高人在上，老朽无意冒犯，还望高人恕罪。高人恕罪？行了，赶紧起来吧。多谢高人。现在你们该告诉我，到底是干嘛来了吧？实不相瞒，老朽并不知晓是高人你住在这里。若是早知道的话，老朽就算是被打死，也绝对不会上来呀。他是真没想到，慧空口中的圣子，那个能轻易压制恶祸之体的高人，竟然就是自己昨日遇到的那个人。不敢隐瞒高人，其实老朽与师弟皆是天策门的传人。天策门？慧空微微皱眉，似乎曾经听过这个宗门的名字，但一时间并没有想得起来。而虾人自然更是不曾听过了。我天策门人，懂得窥探天机，卜卦吉凶等术法，因过多的泄露天机，我天策门的每一代门人几乎都会受到五弊三缺的影响，命中必有磨难。如老朽，我这双眼睛就是在修炼了窥天之术后瞎的，我师弟这条右臂也是因此而断。天策门，贫僧记起来了，500年前在东土之地，有一位自称天策门传人的神秘少年，得到了大唐国主的召见。那位神秘少年曾经断言，大唐帝国能绵延999年，但若想成为千年帝国，还需要度过一场莫大劫难。若是无法度过，则大唐帝国会在朝夕之间化为飞灰。大师故事之中的那个神秘少年，就是我们师兄弟2人的师尊。没想到两位竟然是此人的弟子，那你们的师尊现在应该有500-600岁了吧？师尊已经过世快100年了，如此人物却不能得见，当真是莫大的遗憾。师尊他老人家一生窥探天机无数，也因此遭了折寿的反噬，本该有1000年寿元的他，却只活了600岁便去世了。天策门就只剩下你们师兄弟2人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师兄弟来此，其实是因为师尊在临终之前为我师弟算过一卦。老瞎子说起了他们2人来此的缘由，虾人和慧空这才明白他们此行来的目的。云山佛光，这听起来似乎就是在此地。老瞎子，你眼睛能睁开吗？
老朽这对招子下了快30年了，早已习惯了。真的吗？那既然你习惯了，我就不给你医治了。圣子，您有办法为他医治双目？有办法，不过也不是有很大把握，但可以试一试。求圣子出手，为老朽医治双眼。若能医好，老朽愿为圣子当牛做马。求高人为我师兄治一治吧，就算治不好，我们师兄弟2人也会感激不尽。可他自己都说已经习惯了，我要是把他治好，他以后不习惯可咋办？师傅，你就不要逗这位老人家了。真不愧是未来的南荒人皇啊，从小便是如此的宅心仁厚。行吧，看在我徒弟的份上，我就给你治治。多谢圣子，多谢圣子。你跟我进屋，让我先给你好好查看查看。进了屋内，虾仁仔细查看了一番他的眼睛，还真是白内障。老爷子，你忍着点，可能会有点疼。无妨，只要能够复明，老朽什么苦痛都能忍受。那我就直接动手了，老爷子千万不能动，要是动一下，可就治不好了。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圣子让我等1个时辰再睁眼，现在我也不知道。多谢圣子为我师兄医治。小事一桩而已，徒弟给客人倒茶。好。1个时辰后，老瞎子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他那原本浑浊苍白的眼球，此刻变得和常人没有多少区别了。师兄，能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师兄，你真能看见了？是啊是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终于又重见天日了，多谢圣子。从此以后，圣子但有差遣，老朽绝无二话，必为圣子赴汤蹈火。眼下就有一件事情，你在集市上说我徒弟会有一场劫难，还要往北走才有生路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圣子的高徒的确有一场劫难，卦象上显露出元火之劫的征兆，但具体如何，老朽也无法探究。至于往北而行，也确实是圣子高徒唯一的生路。看来真是要往北走一趟了。有件事情想让你替我走一趟。圣子有何吩咐？贫僧定然竭尽全力为圣子办妥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请你去玉天谷走一趟，把沈天华老前辈和他徒弟消失请过来，就说我请他们吃饭。贫僧立刻就去。我打算让你去北川。师傅，我不想去。你也听到了，那老瞎子说你有一场劫难，要是不去北方，只怕是没办法度过啊。那瞎子肯定是骗人的。听话，师傅会安排好一切，到了北川你也能过得很好。师傅，那我去了北川之后，你一个人怎么办呀？收你为徒之前，为师不是一直都一人生活吗？可师傅你喜欢半夜起来往院子里撒尿，要不是我每天白天起来清理，院子早就臭了。下方山岭之中，似乎有不少妖兽在聚集。师傅，要顺手解决这些妖兽吗？闲事莫管，况且虾公子相邀，我等若是不立刻前往，只怕会让虾公子不满。师徒2人飞过了山岭，而在山岭之中，3道诡异身影浮现。刚才那人已经飞远了，似乎并没有要对我等出手的意思。那人修为不凡，但我等3王与之交锋，他也不见得有胜算。此番我等的目标乃是武皇东方朔，将其杀死，救出被困在皇宫之中的蛟龙大人。老夫拜见虾公子。拜见虾公子。别这么拘谨，都是老朋友了，赶紧坐下吧。2位，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美食，名为西餐。西餐？这怎么用的？像我这样用刀切，然后用叉子送到嘴里。师傅，这肉好像没熟。不是好像，就是没熟。那怎么办？可不能吐出来，这是高人给我们准备的，必然有高人的用意在里面。那我咽下去。就在师徒2人吃完牛排的时候，一股莫名的气息忽然间从他们的体内涌出，使得他们的气血变得更为强盛。我就说来下高人这里绝对有好事。来，别光吃肉，也喝点红酒。敢问下公子，这红酒是何物？红酒也是我家乡的一种酒，味道对你们来说应该很独特，也不知道你们喝不喝的习惯。习惯，非常习惯。其实让2位过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，也有一件事想要找2位商量一下。夏公子是有什么吩咐吗？
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最近找人给我这徒弟算了个命，命中说他会有一劫，需要去北方才能度过。但是北方我又不熟悉，这不想起沈老年的徒弟萧大小姐，不就是出身北方吗？我就想让萧大小姐带我徒弟去北方住一段时间。命中有劫。是啊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想将他送往北川。夏公子，恕老夫之言，算命之言，只怕不可轻信。这是天策门传人说的。什么？天策门？天策门是唯一一个能够窥探天机的宗门，即便是沈天华，也只是听过天策门的传说，未曾见过真正的天策门之人。若真是天策门之人所言，那的确是要重视起来了。确实是天策门之人，不用怀疑。若有机会，定要通过这位夏高人的关系，见一见天策门的传人。徒儿，你就带夏公子的徒弟去一趟北川吧。放心吧，有我萧家在，郭小云在北川不会有任何事情。事不宜迟，明日就出发吧。少年画了2尊门神贴于门外，却让3尊化形妖兽不敢往前一步。又来一群送死的，为何我会如此不安？我也是，只觉得心头乱跳，似乎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。这院子十分古怪，不仅古怪，还有些神秘。你们2个去查看一下这个院子。就在这2只妖兽即将落地之际，忽然间2道光芒出现，直接将2只妖兽给活活打成了肉泥。刚才那2道光芒似乎是在那屋子的大门上发出来的。狗哥，什么情况？主人的手段，岂是你我能够揣测的？啊，这倒是没错，主人早已经超凡入圣，即便是随手画的一幅画，都具备无法想象的威能。此时，虾人还在屋内呼呼大睡，压根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对，太可怕了！我竟然无法与这2幅画像对视。能画出这2幅画的人，必然是无法想象的绝世高人。这屋内究竟是什么人？3人对视了一眼，都是对这屋内之人感到好奇。可门上的2尊门神，让他们根本就不敢进去。或许屋内的高人并没有要为难我们的意思，不如我们就此离去吧。你们谁呀？怎么站在这里偷看我撒尿啊？我们是妖族，小子，这里只有你一人住在这里。是啊。不可能，你只是一个凡人。我住在这里和我是凡人有什么关系？最近家里房子装修，周转不开，还好表弟推荐抖音钱包里的放心键。打开抖音，点击我的钱包放心键，点击查看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能有30万额度应急，还有不定时的免息活动、返现活动，等工资奖金到账还上就行。此人有点古怪，让我来试试他。牛妖心中想着，便准备要对虾人出手。可就在这时，本来还在不远处打瞌睡的大毛，晃晃悠悠的就走了过来。妖王，这条狗竟然是一尊妖王。这看起来如同凡人的年轻男子，既然是这位妖王大人的主人，那此人到底是何等的实力？难怪那门上的画像都如此可怕。能让一尊妖王认主，这样的强者画出来的画，必然也是绝世罕见的宝物。这位公子，我们多有得罪，实在是抱歉，请公子原谅我们3人。我等这就离开，绝不会再叨扰公子。 3人根本不敢停留，赶紧跑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隔3差5就遇到一些奇怪的人？是不是该考虑搬家了？而此时，3人一路溜到了半山腰。没过一会儿的功夫，大毛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一只猴妖，一只牛妖，还有一只狐妖，就你们3个货色，也敢来冒犯我家主人？妖王大人饶命啊！我等再也不敢了，求求大人饶恕我们吧！冒犯我家主人，乃是死罪。大毛语气忽然严厉起来，更有一股莫大的威压释放出来。一时间，3人皆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无法动弹。这尊妖王的修为太恐怖了。你们3个带着那么多妖兽想去干什么？我们打算去皇宫杀了5皇东方素，救出被困在皇宫里的蛟龙大人。你们干嘛要去救那蛟龙？蛟龙大人曾经是我们的领袖，后来他被人族镇压，我党一直都想将其救出，让他带领武能反攻南荒。你们是不是躲在山里很多年没出来了？是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别说就你们3个，即便是你们把那蛟龙救出来，也不可能反攻南荒。今日我放过你们一次，你们想去做什么我也不会管。不过以后若是再敢来此冒犯我家主人，我便将你们南荒所有妖族尽数屠了。听明白了吗？多谢妖王大人，我们以后绝对不敢再来了。
三人赶紧溜了。大毛望着远去的三人，慢悠悠地往山上走去。而三人回到了天上，与群妖会合。此时的群妖还不知道下方发生了什么。三位大人为何去了这么久？别多事，跟着我们赶紧走。走，咱们继续直奔皇宫，一定要救出蛟龙大人。只要咱们不惊扰此地，就不会有事。东方朔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何方妖孽，胆敢在朕的面前撒野！这东方朔的气势竟然如此强大！将蛟龙大人放了，我等即刻离去，否则的话，今日便将你这个皇宫变成一片血海。原来是想救蛟龙，可惜你们来得了，却走不了了。嘿！此女妖身上为何会有狗毛？你们三个是不是去过浮云山？我们的确去过浮云山。这三妖竟然和虾高人有关，你们走吧。是蛟龙大人。蛟龙大人，蛟龙大人脱困了，有蛟龙大人在，我等必然可以杀出去。你出来做什么？我难道不能出围吗？蛟龙大人，我们是来救您出去的。我若是想走，这皇宫内没有人能够留得住我。蛟龙，你答应过我东方一族会镇守皇宫，难道今日你要食言吗？我当然不会食言，但我也没说过我不能出去啊。蛟龙大人，您不是被镇压在皇宫内的吗？天武王朝想镇压我，简直可笑。当年我与东方家族的先祖有过交情，为了报答东方家族的恩情，我才甘愿替他们坐镇皇宫。东方朔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们东方家也算是够有情义了。现在我想出去转转，又不是一去不回，你莫非要阻拦我？我怎知你会不会一去不回？我紫云教说的话从来不会食言，你信不信随你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现在的妖族究竟如何了。陛下，蛟龙跟着这些妖兽离开了，万一他……紫云蛟一向信守承诺，他既然说了要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陛下，可要是紫云蛟过个几百年才回来怎么办？那我只有去一趟浮云山，请下高人出手相助了。什么？浮云山上有妖王，还有一个能让妖王认主的神秘高人。蛟龙大人，这是真的啊！我们差点把命都丢在那里了。那我倒是要去看看，这浮云山上到底藏着何方神圣。本是镇守皇宫千年的蛟龙，今日竟被虾人一个喷嚏声给震出原形。什么情况？本体都被震了出来。怎么来了3只傻乎乎的动物？这狐狸毛不错，要是扒下来做个围脖，应该挺舒服的。还有一条小泥鳅，嘿嘿，正好最近吃的有点寡淡，弄来炖汤吃。我操！蛟龙大人就要被当成泥鳅给炖了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咱们冲进去，把蛟龙大人救出来。救个屁呀！你看看咱们现在的样子，法力尽失，还被打回了原形，拿什么去救？可也不能就这么看着蛟龙大人被吃了呀。咱们去找那位药王大人，只有他才能救得了蛟龙大人了。这泥鳅真够肥的，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肥的泥鳅。这个人族，莫非他想吃了我？蛟龙急了，拼了命的运转法力，可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居然一点法力都没有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老实点，将我堂堂蛟龙狂傲一生，没想到今日居然会是这等下场。三妖找了许久，在少林寺的院子里找到大毛，祈求他赶紧去解救蛟龙。大毛听了之后，却也没有什么在意。大毛，这3个小家伙是你收的小弟吗？你们的蛟龙大人已经被炖熟了。蛟龙大人当真已经被炖熟了。这泥鳅豆腐汤就是鲜啊！蛟龙大人真的死了，而且还是被做成了一道汤。这碗汤有蛟龙一身精华，你们喝不喝？我们这就喝。
大毛，你今天倒是很大方嘛，把自己的汤都让给3个小弟喝。区一满蛟龙汤而已，本尊根本就看不上眼。好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！我感觉自己体内仿佛有一股力量在不断变强。喝了这一碗蛟龙汤之后，三妖体内都有了一丝蛟龙之力，这对血脉低下的三妖而言，也算是巨大的机缘了。我们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？反正蛟龙大人已经死了，咱们就秉承蛟龙大人的遗志，努力壮大妖族就行了。大毛，你的这3个小弟要留下来吗？那好，等这牛犊子再长大点，就可以帮着耕地了。我好歹也是通天境的妖兽，你居然想让我给你耕地，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？这猴子我倒是可以训练一下，以后要是混不下去了，街上去耍猴也能换口饭吃。哎呦，还是一只母狐狸，等再去抓只公狐狸回来，就可以下几只狐狸崽子，然后再抓狐狸回来配种，到时候说不定我就可以弄出一个狐狸养殖场。这是把我当成了配种的母猪啊！我好歹也是一只狐妖，怎么能被如此对待？第2天，虾仁往山下疾驰而去，打算买一只公狐狸回来，给那母狐狸配种。转了一圈，没发现卖狐狸的人，于是他便去茶楼坐了一会儿。我记得这个茶楼一直都是黄老汉在这里说书的，怎么换了一个年轻人？你是夏公子吗？你认识我？夏公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请受我一拜。你是？夏公子，你不认识我，但你应该认识我爹，别人都叫他黄老汉。你爹怎么样了？我爹他1个月前去世了，说书的时候太过激动，一口气没上得来，直接死在了台上。这可真是把一辈子奉献在了说书这项伟大事业上啊！我爹一直常说，夏公子你博学多才，让我以后见到你向你多多学习。一番交谈，虾仁已经知道这个青年的名字黄福生。和黄老汉不同，这黄福生天生就是说书的料，嘴皮子十分利索。但虾仁却从黄福生的话语之中看出，这家伙虽然是子承父业，但并不怎么喜欢说书。夏公子，我从小就是听我爹说书长大的，一直都窝在这个小镇上。你能跟我讲讲外面的世界吗？你听我讲，不如自己走出去看看吧。我爹就葬在这里，我要是走了，以后谁来供奉他老人家？他已经不在了，难道你要被你爹牵绊一辈子吗？你爹九泉之下也不会希望你一直留在这里。虾仁走出茶楼，正要回山，却见街上忽然走过一队人马。虾公子，是郡主，好巧呀！虾公子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玄元王朝的太子杨文康。原来是太子殿下，在下虾仁，失敬失敬。郡主，杨某要劝你一句，咱们的身份非同一般，莫要自降身份，和一些无关紧要之人过多来往，以免有失体面。尼玛，就算你是太子，也不用这么看不起人吧？幸好虾高人心胸宽广，未曾和他一般见识。太子，请你注意言辞，虾公子是我的朋友。郡主，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别这么激动，我这就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外面太危险，我还是赶紧回山里去吧。站住！本太子允许你走了吗？杨文康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接近郡主有何意图？若不从实招来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我真没有什么意图呀！完了完了，虾高人被如此对待，必然会暴怒，我也要跟着一起完了。我是该出手呢，还是该看着呢？出手的话，怕是会坏主人体悟凡尘的心境；可要是不出手的话，就这么看着此人欺辱主人吗？算了，先装死吧，反正主人不会有事。杨文康，立刻放开他！郡主，此人由我带走审问，等我问出此人的底细之后，再交给郡主发落。没过多久，虾仁就被带到了杨文康的住处，距离浮云山100里外的凌天城最大的一处府邸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楚颜玉是本太子看中的女人，她不仅仅是天武王朝的郡主，更是我玄元王朝将来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你这样卑贱的人是没有资格出现在她身边的。这位太子，其实我跟楚嫣玉真是什么都没有。哼，本来我想直接杀了你，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要带你回玄元王朝，让你进宫做个太监。啊！来到这个世界连女人都没有碰过，怎么就要变成太监了？我能不做太监吗？要不然当御厨吧，我做饭还挺拿手的。做御厨一样要谨慎。虾仁被带走，楚嫣玉十分着急，她只能赶紧找帮手。
于是先找到了白素衣。要出大事，一旦那杨文康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惹得虾高人大怒，很有可能会在他一怒之下，将整个玄元王朝屠戮一空，甚至天武王朝也会遭受牵连。我这就去告诉我师父，你赶紧去通知武皇陛下。虾高人根本不可能被区区一个王朝太子带走。考验，这一定是虾高人特意设下的考验。下令，宗门所有长老随我出动。而相同的事情也在玄剑宗与太昊门发生，而身在皇宫的东方朔也是收到了来自平西王府的传讯。没想到这杨文康竟然如此大胆，居然敢对虾高人不敬。杨文康是不是去了临天城？回禀陛下，杨文康的确在临天城。那好，你立刻带一队人随我立即前往临天城。陛下要亲自出动吗？现在这个时候，我要是不亲自去一趟，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。虾高人这是故意在考验我等呢，此时怎能落后于人？太子殿下已经准备妥当了。这可都是天武王朝最顶尖的强者，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这里？虾公子，我等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你们要是再来晚点，我可就要被人带回去当太监了。这杨文康真要是敢对他做出如此不敬之事，只怕玄元王朝顷刻间就会变成尸山血海。杨文康，你该当何罪？杨文康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更加疑惑为何东方朔他们会对一个普通人如此的在意。陛下，我何罪之有啊？哼！虾公子乃是本皇的挚友，你竟敢对他不敬？什么？这个如此普通的年轻人，居然会是武皇东方朔的挚友？杨文康，虾公子同样也是我们三大宗门的挚友。陛下，三位宗主，你们不会弄错了吧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呢。杨文康，你得罪了虾公子，也不要回玄元王朝了，让你父皇自己过来带你回去吧。武皇陛下，你我两国才刚刚结盟，你不能如此待我。哼，怎么想拿结盟的事情来压阵？在下不敢。只是我身为玄元王朝太子，却也不能无缘无故在贵国受辱。若是武皇陛下当真要因为此人扣押我，那我玄元王朝与贵国的结盟事宜，恐怕要再斟酌一下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为何这个平平无奇的家伙会被东方朔等人如此郑重对待？难道他不是一般人吗？还不赶紧过来向虾公子磕头！杨文康此时脸上有着悔恨之色，虽然还是不清楚虾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但能让东方朔几人如此小心翼翼，必然不是自己能得罪的。虾公子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，还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武皇陛下，交给你处置吧。虽然虾公子原谅了你，但并不代表你就完全没事了。朕会告诉你的父皇，让他来处置你。在下明白了。虾人请4个顶尖高手喝了一坛酒，竟让他们都领悟到了一套武学。这醉拳竟然如此的玄妙。是啊，与我之前所接触的任何武学都完全不同。没想到陪下高人喝一场酒，也能够有如此馈赠。无迹可寻，毫无章法，令人无招可破。这莫非是已经触及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了？多谢虾公子。不就是请他们喝了一顿酒吗？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客气？看来这位当真是绝世高人了，连他们4人都要如此敬畏。这4人可都是天武王朝顶尖高手，可在这里一个比一个老实。你说他们4个万一喝多了，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？虾公子，我等也该告辞了。你们带回去喝吧。不，我们不能要。是啊，这酒如此珍贵，我们确实不能收。有什么珍贵的？我1年都能酿出几十坛来，你们拿去喝就是了。这等好酒，1年就能酿出几十坛。我等下次必然携重礼来拜访虾公子。 4人就这么开开心心地抱着酒坛子走了。夏公子，你的高徒已经抵达北川，现在就居住在萧家。总算是平安抵达北川了，这一路有劳神老了。无妨，只是沿路护送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对了，神老，你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呀？联系方式？就是我要是想联系你的话，有什么方法吗？莫非夏高人要重用我？夏公子，这是一块传讯玉简，只要你往其中注入一丝灵气，老夫就能与您对话了。虾人接过玉简，面露尴尬。神老，我没有灵气呀。没有灵气？这位夏高人当真是彻底把自己当成了凡人啊！
沈天华收起了传讯玉简，又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面令旗。夏公子，这令旗乃是老夫亲手制作，只要连续摇动这面令旗7次，老夫就可以知晓夏公子的所在，能与夏公子隔空传讯。虾人将令旗收入囊中，刚要转身回屋，却见山道上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。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之前看你被人带走，也不知你回来了没有，所以特意来看看你。没事，我昨天就回来了。那就好。突然，黄福生眼睛一翻，倒在了地上。什么情况？不好，这家伙身子这么虚，跑到这里估计是一口气上不来，导致心脏骤停了。虾人也顾不得什么，直接开始为黄福生进行心脏按压。我操，这是在干什么？莫非是某种独特的惩罚吗？这是要把人活活按死啊！差点就出人命了。夏公子，刚才我是怎么了？你刚才差点命就没了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个人生。你应该是缺氧太久，脑子出现幻觉了。什么是缺氧？就是你刚才没气了，人没气了，脑子里就会变成浆糊，什么都能看到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夏公子救命之恩，在下无以为报。也没指望你报恩，倒是你这身子骨这么虚弱，爬个山都差点没命，以后可要加强锻炼。我自小身子骨就弱，让夏公子见笑了。刚才那一番经历，让我彻底明白了。你明白啥了？我明白，为何我爹一辈子都不离开这里。还有夏公子，你前日对我说的话，外面的世界虽然广阔，但这片故土才是我真正能让我心安的地方。这一刻，黄福生的身上竟然有着淡淡的温润光华涌现出来。此人居然顿悟了。乖乖，这家伙只是一个凡人，居然还能有如此机缘。他受到高人点化，能有所顿悟也不奇怪。3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，同时心底里也暗下决心，以后就跟定这位高人了。至于妖族的复兴大业，早就被他们抛之脑后了。夏公子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吧。我爹曾说过，夏公子认识一位金老先生，这位金老先生写过不少精彩绝艳的故事，可否请夏公子能传授一二？原来是这事。这本书你拿去看看吧，精彩程度不亚于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又是雕，夏公子，这本书和《射雕英雄传》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你回去一看就知道了。好，多谢夏公子。你本以为自己是个凡人，收的徒弟每天只教他种地浇花，不知不觉他的修炼资质却已超越9品。小子，我萧家的资源岂能被你一个外人使用？赶紧把属于我萧家的丹药交出来，不然小心我们揍你。好吧，我给你们。算你识相，我记得萧师姐姐还送了你一件宝物，也一并交出来吧。不行，我不能把别人送给我的东西再转手给别人。你就不怕挨揍吗？我不怕。我看你就是找揍。你怎么这么重？你们怎么手上软绵绵的，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？天哥，这小子力气好大呀！是啊，我们被他一甩就飞出去了。你是修炼之人，我不会修炼。或许这小子只是天生力气大点，我可是已经修炼有2年了，收拾一个不会修炼的家伙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怎么我这蕴含灵气的一拳打在他身上，竟然毫无反应？你是不是没吃饭呀？而在不远处的角落里，萧氏妇女不可思议地看着不远处的郭小云。女人，这小子当真没有丝毫修为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我看他修为十分高深，至少都有聚元境吧。可他跟我一路过来，一直没修炼过呀，身上也没有半点灵气出现过。或许是你的修为远不及他，所以根本就察觉不到吧。这小子能被虾高人收为徒弟，必然也是非凡之辈。我居然会单纯的以为他真是一个凡人。父亲，他的师尊可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，即便是我的师尊沈天华，在那人面前也要毕恭毕敬。什么？连你师尊沈老前辈都要毕恭毕敬？这不可能吧？我的亲爹啊，我难道还会骗你吗？不仅是我师尊，天武王朝的武皇东方朔，还有3大宗门的宗主都对他无比恭敬，还有西晋佛门，佛门的那些和尚都是称呼他为佛门圣子。来头这么吓人的吗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
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感觉你的拳头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我修炼这2年，难道白修炼了？连一个普通人我都打不过。啸天，你们3个在做什么？家主，我们没做什么呀。我都看到了，你们3人在欺负郭小云，赶紧把丹药还给他。到底是谁欺负谁呀？拿去吧。以后要是再让我看见，定然饶不了你们。萧家主、萧师姐姐，你们看着我干嘛？小云，你告诉姐姐，你师父有没有教过你修炼啊？我师父不会修炼，也没有教过我修炼。或许那位瞎高人当真没有教过郭小云修炼，而是在暗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。父亲，不如我们带他去一趟问玄堂，就知道他是何等资质了。也好。小云，我们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此地乃是我们萧家用来测试家族子弟修炼资质的。小云，你进去站一会儿。片刻之后，一道光环出现在了郭小云的脚下。一品资质，这是最差的资质了，不应该呀。话音未落，第2道、3道光环出现。3品资质虽然不算好，但也勉强说得过去。可下高人的徒弟不应该只有这等资质呀。女儿快看，又有光环了。5品资质，这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。看来瞎高人虽然实力高深莫测，但收徒的眼光又并非多么犀利。这小家伙的资质还不如我呢。快看，第6、7道光环出现了，看来此子的资质完全不亚于你。此时再次一道光环出现。8品资质已经是堪称万中无一的天才，整个北川目前也仅只有2人有如此资质，看来此子当真是得天独厚，资质过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似乎是问玄堂的方向。如此光芒，只有9品资质的绝世天才出现才会有的。莫非我萧家竟出现了一位9品资质的绝世天才？走，快去看看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此子将来注定会成为盖世强者。虽不是我萧家之人，但我萧家若是能与之打好关系，将来必然可以飞黄腾达。难怪瞎高人会收他为弟子，连我都远远不如他。怎么了这是？难道他的天赋比9品资质还要恐怖？连这问玄堂的法阵都无法承受，直接崩溃了。萧家主，刚才是怎么了吗？没事没事，这是北川的特色，时常会有地龙翻身。快看看问玄堂内是什么人？是不是我萧家新的天才？也不知是哪一脉的子弟。萧家众人围在问玄堂之外，都想看看问玄堂内是什么人。可惜，早在萧家众人赶到的时候，萧震南就带着郭小云离开了。瞎公子，烈天峰要出大事。出什么大事？轩辕王朝皇帝杨神庭得知武皇东方朔打了他儿子耳光，主动向天武王朝下战书，而约战之地就在2国交界的烈天峰。瞎公子，这烈天峰下现在十分热闹，南荒各国的武者来了很多人。是啊，山下现在都有了集市，来往集市的都是修炼之人。瞎公子，咱们要不要去转转？走，去转转。诸位，此石名为天运石，据说只有具备大气运之人才能够拿起这块石头，并且领悟天运石中所蕴含的天地大道。老头，这真的是天运石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诸位大可以试一试，若有人能拿起这天运石，老夫什么也不要，白送给他；但若是拿不起来，就要给老夫1000灵石。1000灵石对于一般的武者而言，不算多也不算少。若是在平常时候，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子。但天运石是传闻已久的奇石，他们自然都想要试一试。我来试试。此人是凤舞王朝的高手啊，据说已经半步通天了。若是此人的话，倒是很有可能将天运石拿起来。莫非这真是天运石？我也来试试。我也来。围观的武者们纷纷上前，结果还真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得起这天运石。瞎公子，你也试试吧。那么多修炼之人都拿不起来，我怎么可能拿得起来？
夏公子，试试吧，反正也就1000灵石。问题就算我想试，我也没有灵石啊。我有，万一你拿得起来，就可以省下这1000灵石了，还能白白得到1块天陨石呢。好，我去试试。此人似乎毫无气息波动，哼，一个凡人也来凑热闹。这小子当真是可笑。小子，这里都是修炼之人，你一个凡人，赶紧滚吧。这位公子，天陨石可不是凡人能够触碰的，其所蕴含的大道之力，会让凡人之体出现极为严重的损伤。你还是不要凑这个热闹啦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什么情况？这家伙居然这么轻松就把天陨石拿起来了！我的妈呀！一个凡人居然能把天陨石拿起来？难道我们这些修炼之人当真连一个凡人都不如？虾人此时也是猛的，他把天陨石拿在手中，丝毫感受不到这块石头的分量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刚才那些修炼之人连这么一块石头都拿不起来，难道说我真的很强？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发现。但自从穿越以来，我可是半天都没有修炼过，纯纯的凡人啊！老头，你用这玩意骗了这么多灵石，现在被我拆穿了吧？这位公子，老夫没有骗人啦，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天陨石。哼，没有骗人。照你刚才所说，这天陨石除非是具有大气运之人才能够将其拿起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拿起。那你能不能把它拿起来？老夫也拿不起来。这就对了嘛！既然你自己都拿不起来，那你是如何把这天陨石弄到这里来的？总不至于它一出现就在这个地方吧？这位公子，天陨石无法直接拿起，但却可以用玉石、木料、金铁之类的东西托起。夏公子，天陨石的确是这样的，你可有感受到天地大道？好像啥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碎裂之声响起，虾人手里的天陨石竟然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。天陨石居然要碎了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的天陨石啊！老大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以为这石头很硬呢，结果手一抖就掉下来了，这可不能赖我！快溜，万一被缠上可就麻烦了。此人能拿起天陨石，还能让天陨石碎裂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启禀教主，属下有所发现。说，属下带来的天陨石被一个人拿了起来。是何人？东方父、杨神庭还是徐长风？都不是，而是一个年轻人，不知其来历。不知其来历？你连来历都不知道，还禀报我做什么？教主，属下会立刻查明此人的来历。此人既然能拿起天陨石，必然是身怀大气运之人，务必尽快查清告诉我。其实属下还有一件事情。说。其实天陨石碎掉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教主，天陨石碎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天陨石蕴含大道，乃是天地生成的圣物，怎么可能会碎裂？教主啊，属下没有骗你，天陨石真的碎了，就是被那个年轻人拿了起来，然后天陨石在他手里就出现了裂痕，这家伙手一抖，天陨石掉在地上，直接摔碎了。他们找寻了多年才找到的天陨石，本想借着此时能找寻一位大气运之人，来完成他们教中的千年大计。秦州，一定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，此人乃是我教大计的关键，要是有半点闪失，你也不用回来了，自己找个地方了断吧。属下明白，一定不会辜负教主的期望。幸好那老头没追上来，不然他要是躺在地上诬陷我打碎了那石头，我还真说不清楚了。夏高人当真是深不可测，能拿起天陨石，还能让天陨石轻易碎裂。或许在他眼里，天陨石根本就算不得什么，能与这样一位高人打好关系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3碗面，3粒请慢用。哼，还没有哪个男人能无视老娘的。等你吃了我的面，我看你还如何把持。老板娘，你这面也太难吃了。公子说笑了，妾身这面不说美味绝伦，但至少来过的客人都说好。怎么到公子这里
就说难吃了呢。老板娘，我下面给你吃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吃的面。你下面给我吃啊！这伙人看起来都神神秘秘的，尤其是那年轻公子，看似毫无修为，但或许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。难道说这面馆非比寻常？怎么样，老板娘，我做的面是不是更好吃？这两姐妹很是尴尬，她们在这里开面馆，其实并非是要卖面，而是借着卖面的由头，暗中在面中下毒，然后让那些进来吃面的人都被自己所控制。现在被虾人这么一弄，他们自然是无话可说。公子留步！大胆！公子，可否收留我们姐妹？我们姐妹正在被别人追杀，之所以在这里开面馆，也是为了能寻求庇护。今日见公子如此不凡，便知公子颇有来历。还望公子如收留我们姐妹，若是公子不嫌弃，我们姐妹建议终生侍奉公子。我就想知道你们开面馆怎么寻求庇护？难道是让进来吃面的人帮你们对付仇人吗？不瞒公子，我们姐妹所做的面其实都放了一些特殊的药粉，只要吃上一次，就会对我们姐妹唯命是从。刚才我们要真是把那一碗面全吃了，那不得被这柳家姐妹给控制了，实在是太危险。这两个女人一看就不是简单货色，真要留在身边，只怕还没享受到什么，小命就完了。你们死心吧，夏公子是不会收留你们的。不错，夏公子是有原则的。公子，求你了。那好吧，你们就跟着我吧。多谢公子。嘿嘿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来，我是因为这姐妹俩长得漂亮才收下她们的。起来吧，我虾人一向喜欢助人为乐，既然你们遇到了困难，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公子当真是义薄云天，我们姐妹此后就是公子的人了。行了，也该去烈天峰上看看热闹了。看来他们要上烈天峰，我也得赶紧跟上去。夏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夏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居然能让徐长风这样的强者如此恭敬。这一招是我天武王朝某位高人传授于我，今日便让你尝一尝他的威力。天武王朝的某位高人传授的？难道天武王朝之中还有不为人知的高人存在？我输了。那你玄元王朝也该要履行诺言了吧？可以，但我还有一个条件，我要见一见你口中所说的那位高人。既然虾高人就在这里，那我把阳神庭引荐给他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。此人好深的修为，阁下是？玄剑宗徐长风。原来是玄剑宗的宗主徐长风，难怪修为这么高。但徐长风应该不是指点东方素的高人吧？那高人又会是谁？阳神庭目光一扫，看向了站在旁边的老瞎子。这位一定就是高人了。你干什么？我给高人行礼呀。我说的高人是旁边这位。这个年轻人身上甚至连一点修为波动都没有，简直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凡人啊！东方素，你是故意在耍我吗？哼，在高人面前休得放肆！我看他就是一个凡人，算个什么高人？真不好意思，我的确不是什么高人。虾高人分明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我偏偏还把阳神庭带了过来，这不是给他添堵吗？幸好这位虾高人大人有大量，没有和我计较。阳神庭，这位虾公子是我的好友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想蒙我？你拍我干什么？这一掌不说10成力道，也起码用了8成之力了。就算是东方素猝不及防挨了这一掌，也必然会吐血受伤。可眼前这个貌似凡人的青年，却是一点事都没有。难道他真是世外高人？你这家伙为啥突然拍我的胸口？难不成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？早就听闻这些大人物们都怪怪的，今日还真给我碰上了。夏公子，他跟你开玩笑呢。阳神庭还不赶紧给夏公子赔罪？夏公子，刚才是我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这两位高高在上的帝王，乃是南荒七国最顶尖的存在，居然也对这人如此恭敬。连两位皇帝都要如此恭敬的人，那我们姐妹的仇人就算得了什么？
夏公子他日在下必然携众里前去拜访，今日就暂且告辞了。夏公子，你接下来要回浮云山了吗？待在浮云山太无聊了，这次难得出来，多玩几日再回去。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十分有趣，不如我带你去看看。远不远？1日便可抵达。那行，咱们这就去吧。夏公子，咱们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。这不是一座山吗？的确是山，不过此山非同寻常，想来也只有夏公子能够进去。这么奇怪的吗？这哪有门可以进去呀？此刻东方素伸手按在了岩壁上，顿时一道道古怪的纹路浮现出来。夏公子，这岩壁上有特殊的法阵，我至今都无法参透。我对法阵一窍不通啊，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想到这里，虾人也伸手摸了一下岩壁上的所有纹路，尽数溃散，一道隐形的石门就这么打开了。我来过这里许多次了，始终都没办法找到这处上古遗迹的门户，没想到他只是伸手按了一下，这门居然自己就出来了。这到底是啥情况？这是不是咱们要进去的门？还是虾公子厉害呀！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伸手摸了一下岩壁，这石门就自己冒出来了，估计是巧合吧。走吧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古皇陵寝，擅入者。古皇陵寝，难道此地是当年的大周古皇安息之地？什么大周古皇？夏公子有所不知，南荒之地在数万年前曾经也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，只是后来因为天下动荡，再加上一些天灾，使得这个曾经一统南荒的伟大帝国就此烟消云散。这个伟大帝国名为大周王朝。听闻大周每一位皇帝死后都要葬入皇陵，最后一位皇帝自号古皇，只可惜他最后挽救大周失败了，身死之后也没有葬入皇陵，其遗体不知去向。或许这里就是那位大周古皇的长眠之地。老朽也曾听闻过一个传说，当年那位大周古皇预感到大周无法挽救，便将皇族宝库转移，无数人找寻千年都毫无结果。有人推测，若是找到这位古皇的陵寝，或许就可以找到大周宝藏了。哦，看来此番真是来对了。盗墓这种事情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夏公子是觉得我等应该离开吗？我觉得咱们不该打扰前人的长眠，还是走吧。怎么通道不见了？看来我等只有继续探索下去，或许才能够找到出去的路。这是一个傀儡，继续打下去也只是浪费体力。让我们师兄弟来试试吧。我等身为天策门传人，对于傀儡一道也略有精通。嘿！我早就听过天策门的名声，只是始终未曾的见。今日见到两位的手段，当真是名不虚传。行了行了，别磨磨唧唧了，赶紧找出路吧。这是昔日大周王朝的宫殿样式，快看宫门图。此人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？各位不要轻举妄动。擅闯古皇陵寝，尔等死罪。炼神境强者，居然能够挣脱我的束缚，半步炼神倒也不差。这一指我若挡不住，必然会遭到重创。如你这样的人，不该来到此地，更不敢搅扰古皇的陈年。连东方素都被这人轻易击败，我等更加不是此人的对手了。除非是虾高人出手，才有胜算。我操！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难道我能上去打吗？我身为古皇陛下的亲随，此刻便赐尔等死罪。难道我今日当真要命丧于此？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这个黑袍人看起来是厉害，但也还算有礼貌。只要我过去跪地求饶，或许可以让他饶我一命。看来虾高人是要出手了，赶紧让我们见识见识真正的高人手段吧。什么情况？难不成这家伙知道我要求饶，所以先给我下跪，然后再心安理得的杀了我？也没见虾高人出手啊，怎么这人就直接下跪了？估计是此人察觉到了虾高人的强大，心中产生恐惧，所以率先下跪求饶。如此强大的炼神境强者，在虾高人面前却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，虾高人当真是太恐怖了。陛下，您回来了，真的是您吗？你在叫我？
是啊，陛下，您难道忘了吗？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而且我压根也不是你口中的陛下。陛下，您就是古皇陛下，容貌完全一模一样。大周古皇居然与夏高人的容貌一模一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大周古皇其实没死，夏高人就是大周古皇？陛下，您临终之前曾经说过，就算您生死，总有一日也会回来的。属下就知道，陛下您会施展转生秘法，只是没想到，过去了数万年，您的转生之体才来到此地。莫非夏高人当真是古皇转世？陛下归来，我等身为陛下昔日的臣子，自当继续追随陛下，至死不渝。此时他很想告诉黑袍男子，自己不是什么古皇转世，可眼下似乎不说反而更好。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我已经记不太清当年的事情。这陵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陛下，您当年为了挽救大周，不惜耗费毕生修为，强行推演天道，窥探万年之后的天机，却遭受天道反噬，重伤垂死。而陛下，你也在临终前施展了转生秘法，让我等遁入早已建好的陵寝之中，隔绝生机，等待您的归来。照你这么说，此地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大周的人？是的，除了属下之外，当年陛下的36天将、72帝将，还有108位皇族亲卫，皆是守护在此。那你是？属下乃是108皇族亲卫之一，竟得陛下赐名无垢。以他的实力，已达到炼神境的修为，居然也只是108皇族亲卫之一。这要是他们全部都出圈了，整个南荒谁能挡得住这么多高手？只怕是大周王朝当场复辟，南荒7国俯首称臣都来不及。看来这一次当真是走大运了，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厉害的打兽，我看以后谁还敢再来惹我？嘿嘿，他们现在在何处？赶紧一起叫出来！他们都陷入了沉睡，只有我率先苏醒。那把他们叫醒不就行了？陛下，您忘了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身上都有您当初留下的烙印，只有您能够化解，让他们苏醒过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可没有本事把那些沉睡的家伙唤醒，我的尸体应该就在这里面吧？陛下的龙体的确沉睡在地宫内，我等一直都细心看守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入地宫。那好，我们要进去看看。属下这就打开地宫之门。夏施主明明是我佛门的圣子，怎么就成了这大周王朝的古皇？难道大周古皇也只是圣子当年的转世之一？师兄，你说这位夏高人究竟是不是圣人？住口！圣人因果强大无比，我等就算是暗中议论，也会被圣人因果所沾染，就算是在心头，也不可胡乱揣测。